你干啥吃的？韩家病老鬼现在活蹦乱跳，都是你冲喜的功劳。韩家应该多给银钱报答才对，咋能这么轻易被休回家？端屎端尿伺候活了病老鬼，人家前未婚妻哭2声，脑马就吃了回头草，丢来一纸休书，原主想不开上了吊，正好我这末世历劫战死的魂借你的身子活了。方才韩家马车送我回来，阿婆你怎么不说这话？人都走了，你万箭齐发有什么用？你被休连个屁响都没有，我一个老婆子怎么开口？你现在给我回韩家去，要么让他们给钱补偿，要么你就死韩家门口去。嘴上说的好听，实际上你是不敢得罪韩家，欺软怕硬罢了。小蹄子，你翻了天不成？有这么和自己阿婆说话的？你都不在乎我的命，让我去死韩家门口，还要我把你捧高高的，蠢货！韩家敢真看着你死？他们那样的大户人家最讲究脸面，只要你在门口哭一出闹一闹，提啥条件他们不答应。让我去当恶人，最后钱全进你这偏心眼老太婆的口袋去补贴大伯一家，做梦！让我去闹，真当我是原主那个傻子？这200两银票可是我赖在韩家1个月换来的巨款，谁也别想碰。要不是这个世界去外地需要录影又不好办理，我都懒得回这个家。好事不可能都按你的意思来，韩家说好听点是娶个媳妇，说难听点那就是花20两随便买个姑娘冲喜，婚书和官府的红旗都没有。现在韩义病好了，要不要跟我过日子，由不得我们来选。反正你不能白白伺候韩义一场，还毁了名声。我是干不出被休了再去上门1哭2闹3上吊。阿婆你那么为我着想，不如你自己上门去闹，要多少钱都是你的。你这个听不出好赖话的赔钱货，家里真是白养了你18年，你去不去韩家要钱？不去。不去是吧？看我今天不打死你这个丢人现眼、败坏名声的赔钱货！我丢人现眼，难道不是你把我卖去冲洗的？要说败坏名声，那也是你干的好事。至于赔钱货，感情阿婆是个老爷们儿，狠起来连自己都骂。哎呦喂，疼死我了！你竟敢对我动手！这个世界一个孝字可以压死人，以后要在这里生存，得入乡随俗，纵使自己不屑，也不能把忤逆不孝做在明面上。阿婆，你说什么呢？不是你自己想钱想疯了，让我去韩家耍无赖。我为了老周家的名声不愿意，你生气要打我，一激动站不稳，自己摔了吗？你，我说江婶儿，当时你和韩家咋合计的，谁不知道？现在小麦被休回家，名声已经很难听，你再让他没皮没脸去闹，别人咋看我们老周家？我们的闺女还嫁得出去吗？阿婆，咱不能这么做人，就算为了钱不顾及自家名声，你也要考虑考虑整个老周家呀。咱们家族里可是有个秀才老爷，闹大了连他都要跟着丢脸的啊！我一会儿回来收拾你这个小蹄子！狗拿耗子多管闲事！周小麦是我孙女，我让她干啥她就得干啥，轮得到你们碎嘴？江婶，你为了钱糟践自己的孙女，咱们管不着，但是你要糟践整个老周家的闺女，那咱们可不让！呸！你少在这里见缝插针！看到我家周小麦嫁给韩员外的儿子，你羡慕坏了吧？对，就是这个理！啊呸！羡慕你为20两聘金，不顾孙女死活把她嫁给病老鬼，人在做天在看，歹毒的人没好下场，桶都没你能装！咋的？村里哪家闺女嫁人不收聘金？只怕是你2个闺女加一块儿都没我家周小麦值钱，吃不着搁这酸着呢吧？今天咋这么多人在我家？干啥呢？这是？周想你回来的正好，你家小麦被韩家给休了，你娘还想着逼小麦去耍无赖，你这个当爹的回来看咋办？小麦被休了，我的小麦以后可咋办？他咋抬头做人啊？你给我闭嘴！哭丧都没你这么快！小麦人呢？在堂屋。
娘，你之前不是教过小麦，韩家要是动休妻念头，就让小麦闹吗？韩家给钱了吗？要是给钱，我至于这么生气？那个赔钱货今天是被韩家绑送回来的，这可咋办？咱家就靠着地里刨食，没了小麦在韩家的月银贴补，以后都把嘴缝起来不成？哼，事情不能这么算了。一会儿等周翔教训完他，还得逼着他去韩家要钱。让大家伙看笑话了，大家伙先回去吃晌饭吧。我们刚从田里回来，还不知道到底咋回事儿。看笑话是小，别害我们整个老周家跟着丢人现眼，闺女不好一亲。吉子，你到底是这家里的长子，做事别太绝。小麦那丫头委实可怜，别逼她了。我能说什么？自己是个当大伯的，有老三周翔在，轮不到我出来下定论。大姐姐，他们说你被夫家休了，是不是真的？休就休了，反正你大姐姐在韩家过得也不开心。姑娘嫁出去就是给夫家生儿育女、打理家务事的，2年肚子一点动静没有。这小麦不怪人家把你休回来，早知道你是这么个丢人现眼的玩意儿，生你的时候就应该掐死你。闺女受了委屈，不见你半点关心，反倒怨闺女没为韩家开枝散叶。那韩义1年前还是个病老鬼，让你闺女为他开枝散灭，是要生个娃一家4口去黄路上作伴吗？现在已经这样了，你想怎么着吧？你马上回韩家去赔礼道歉，以后手脚勤快点，男人说啥你听着就是，总归是不能顶着弃妇的名头在村里丢人。韩家缺的一个奴婢吗？他们缺的是有家世有才貌的少夫人，这些条件你能给我吗？这婚事从根本上只是买卖而已。我能让你长这么大，对你就是天大的恩情，你这辈子都欠老子的。这种认知极其低下的窝里横，也配当爹？自己门不当户不对，立不起来，就把亲生女儿当摇钱树和替罪羊，真是可悲又可笑。闺女遭遇这种事情，心里肯定难受，你就别再说这些。你给我闭嘴！慈母多败儿，你看看把他给惯成啥样了，眼里还有我这个爹？惯着我？爹，你怎么像是酒蒙子喝多了似的？放眼看看，我们3房在这个家里，到底有谁被宠惯过哪怕一回？老三，你们没回来之前，他就是这么和我说话的，还敢对我动手，推了我一下，我胳膊撞在门板上，现在都疼。你哥哥对你阿婆动手了？咋不撞死你这个老婆子？不过名声这东西多少得要点儿，被休已经不迟，再个不孝的罪名，委实没必要。爹，阿婆是什么样的人你还不知道吗？一个屁8个谎，我哪敢对她动手？她不得哭天抢地喊着要去找我阿公？大姐姐说的对，阿婆惯会撒谎，总喜欢把黑的说成白的，不赞同她的话，抬手就打人。老三，你都听到了吧？你家这几个长大了，觉得翅膀硬了，可以不尊敬我这个阿婆了。也不知道阿婆到底还要怎么尊重，要么我现在跪下给你磕一个。好啊好啊，周小曼，你赶紧跪下来磕头，磕100个头。大人说事儿，你捣啥乱？边玩去。有些娃天生就不讨喜，熊孩子是吧？不急，找个时间，我一定狠狠把你胖揍一顿，教教你花儿为什么这样红。老三，咱们先解决小麦和韩家的事情，再说别的不迟。我既不可能像阿婆说的去韩家门口1哭2闹3上吊要钱，也不能像爹说去给韩家人下跪求他们收回休书，剩下的你们看着办好了。韩家要是啥都没给，你能这么不哭不闹的回来？我不信，赶紧把钱拿出来让我收着，没了韩家的月钱，以后这日子得细水长流。我什么时候说韩家给钱了？就算是给了，也轮不到你们管吧。老三，这丫头肯定撒谎了，家里啥情况你知道，继业生娃、祭祖娶亲都要钱，你没个儿子，以后老了还不是得指望你大哥家的几个小子给你摔盆？娘说的对，我没儿子，老了只能靠侄子，今天必须逼小麦把钱交出来，讨好大哥一家。你阿婆说的对，韩家到底给没给钱？你赶紧掏出来，别逼爹动手。
我说10000遍没钱，你们也听不进去啊。到底给没给？搜过才知道。真晦气，全是破布，连个字儿都没有。钱没在包袱里，那肯定就在你身上。到了我手里的东西，你们还想抠出来？做梦去吧！阿婆，你别挠我痒痒啊！小麦啊，韩家到底给了多少钱？你快拿出来给你阿婆，别倔了。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，被调教出这副奴性，指望他能护着女儿就是个笑话。钱到底在哪儿？你把钱藏哪儿了？阿婆，你想钱想疯了吧？我是被韩家五花大绑扔下车的，下车就一直跟你在一起，我难道能凭空变出时间去藏钱不成？他没撒谎，他确实没时间藏钱。难道韩家真的连一个大子儿都没给？娘，既然搜过了确实没钱，这事儿要不就算了吧。算了，我们老周家从来不养吃白饭的废物。我现在给你2条路：第一，去韩家门口闹，逼他们再掏20两补偿。你不要脸，韩家还得要脸，看谁怕谁。第二，你要是不去，我们家也不留你吃白饭。从今天起，你滚出这个家，死活跟我们没半点关系。断绝关系，求之不得，正好甩掉你们这群丧心病狂的吸血鬼。不让我回娘家行啊？当初韩家给了20两聘金，咱家连件嫁衣都没出，你把这20两吐出来，我和你们断绝关系。要钱？你做梦！你大堂哥娶媳妇儿不要钱，那20两早花光了。养你这么大，聘金就当是报答。要的就是你这句话，让铁公鸡拔毛是不可能的，只有先抛出个你们无法接受的条件，我接下来才好脱身。周吉、周祥，你们在家吗？坏了，村长咋来了？哎呦，村长，快进屋坐。不进屋了。我听说你们要逼着小麦去韩家闹，休戚事关咱们整个老周家的名声，这可不是你们一家的事儿。不闹，难不成他这么不清不楚的被休了回家吃白饭？小麦，你过来，这事儿你自己到底是个什么意思？真正的靠山来了，面对讲理的长辈，就得展现我的骨气。今天我就要彻底摆脱这群极品。村长，我跟韩家本就门不当户不对，当初买我过去就是冲喜的，一切都是提前商定好。现在让我去闹去讹钱，我没这个脸。人活着得有骨气。好，你是个明事理的好娃呀！不行，不能吃这哑巴亏，毁了名声，韩家必须赔钱。你闭嘴，小麦，你接着说。村长，阿婆说我不去闹就断绝关系，求村里给我安排个地方暂时住下，我自己想办法赚钱交租子，绝不拖累村里。小麦，你说啥傻话呀？你一个女人在外面靠啥活？家里咋样都不会少了你一张床一口吃的。留下来和2个妹妹挤在破棚子里喝没有米的汤，然后继续被大伯家吸血吗？娘，你别劝了，我待在家里，阿婆和大伯娘还不知道该怎么搓磨我，我宁愿住外面，少掉皮肉之苦。小麦，你太不懂事了。我和你阿婆说你，那都是为了你好，你怎么还记恨上了？只要我不肯去韩家丢人，这个家里就不会有我一口饭吃。还是不留下来给你们添堵，我也少受罪。终于要甩掉这群极品了，天高任鸟飞，带着我的末世空间和巨款，好日子现在才真正开始。祥子，既然小麦不想再与韩家纠缠，他要是不留在娘家，想在村里找个地方安顿，你是个什么意思？丢人现眼的东西，他爱去哪儿就去哪儿，我全当没生过他这个女儿。他爹，你不能这样啊！小麦已经够可怜了，再把他赶出去，这不是逼他去死吗？你要是不想留在家里，就和这个丢人现眼的东西一起滚出去！
娘，你愿不愿意和我一起出去过？放心，我绝不让你和妹妹挨饿。你疯了！我是周家的媳妇，怎么能离开周家？不识好歹！今天你只要出了这个门，以后死在外头也和我们没关系，永远别回来。好，也请阿婆记住今天的话，以后我们各过各的。你们把户籍还我，改天我去县里给迁出来。娘，去屋里把户籍拿出来给他，以后他要是敢上门，直接一棍子砸死。没用的赔钱货，我看你离开娘家咋活得下去？被休的名声算什么？有了这东西，我才算真正摆脱了这群吸血鬼。天高任鸟飞，这破家我一秒都不想多待。村长，咱们走。麦啊，这老宅子在村子最东边，附近都没几户人家，再往东可就是魁山的外围深处了。越偏僻越好，没人打扰，正方便我使用末世空间。这简直是给我量身定制的避难所。这地方虽然不闹鬼，但晚上风吹林子，加上山里的狼嚎，听着可瘆人。你要是害怕，怕狼嚎？我在末世跟丧尸死磕的时候，什么地狱没见过？这有房有院的，简直是人间仙境。小麦，等家里人气消，你说几句软话，过日子还是要一家人一道的。村长的好意我心领了，那个家我真待不下去。反正我嫁过人，过几天再把户籍一迁，和他们也算不上一家人了。没锅没米算什么？凭我的本事和空间，很快就能把这里变成安乐窝。主宅房子也多，随便你挑选住哪间。我们家暂时也不打算用这处。村长，谢谢您，这房子挺好，我一定按时给您交租子。啥租不租子的，你先考虑咋活下去才是真。有难处来找我。终于彻底清静了，现在是时候看看我空间里的物资，清点韩家给的巨款，开启我的好日子了。折腾了大半天，饿死了。幸好我这随身空间也一起穿过来了，这可是保命的底牌。这500立方的空间，现在也就装了50立方的物资，啥玩意儿都有点儿，但都不多，以后得慢慢往里囤货了。先弄口吃的垫垫肚子。这饭一股子添加剂味儿，跟韩府的饭菜比差远了，凑合吃吧。塑料瓷器拿出来太惹眼，木桌椅不打眼，先凑合用。户籍和银票放空间里，谁也偷不走。我还以为村长家谁搬过来了呢，没啥事儿就过来问问，你是谁家闺女？村长暂时把房子借我住了，我是周翔的大闺女。原来是小麦啊，真是女大18变。你一个人住这儿也不容易，以后都是邻居了，要是缺啥就来乔婶家拿，别客气。这婶子人还怪好的，同是苦命人，比我那群极品亲戚强100倍。吃水去那边，有条魁山下来的溪流，水干净的很。我先去洗衣服了，有事喊我。谢谢乔婶，这地方隐私性真好，趁着天没黑，去魁山脚下转转，熟悉熟悉地形。这空气真好，带着草木的甜味儿，没毒气，没丧尸，只有微风和泥土的香味儿，真是太舒服了。末世里，生物武器污染了空气和土地，爸妈为了研发药剂死在实验室，把我一个人留在了那个丧尸地狱。爸妈要是知道我穿到了这么干净的地方，肯定很开心。穷点怕什么？只要没污染，我照样能活得风生水起。这么大一头黑熊，这可是行走的银子啊！正愁明天去县里采购，这送上门的肥肉归我了。这哪是什么黑熊，分明是个1.9米的野人啊！
这身材简直是我2世记忆里见过最壮实的。没劲。既然不是熊，那就算了。无冤无仇的，总不好把人家的野猪给硬抢了吧？这事儿不地道。原来他就是隔壁那个独居的邻居。这张脸看着怎么有点眼熟呢？到底在哪儿见过？魁山这狼嚎的够嘹亮的，好在离村子还很远。睡惯了韩府那软绵绵的拔布床，猛地换到这硬邦邦的破木板上，还真是翻来覆去睡不着。唉，也不知道要在这地方住多久，但总得好好打理打理才行。末世那么恶劣的环境我都不怕，修个茅房还能难倒我？家那小子最近在镇上找了个活儿，可算争气了。这牛车一个人2文钱，10里路倒也不算贵。听着这些家长里短，倒是比末世里的丧尸呼吼有烟火气多了。哎，你看那汉子背上的野猪，得200来斤吧？一看就是个好猎户。汉子力气真大，这么重的野猪背着去县里，走起路来一点都不慢。大家是住得极近的邻居，低头不见抬头见的，以后免不了要打交道，不如趁现在卖个好，打个招呼探探底。大叔，要不要坐牛车啊？上来能挤一挤。大叔，我今年才27岁，有那么老吗？不用了，妹子。声音倒是挺好听，不做拉倒，我还不费这口舌了。终于到县城了，新生活的第一步，先去买几口大铁锅，然后把那200两银票给兑成真金白银。掌柜的，这铁锅咋卖？哼，一口锅65文，一口价不还价。1两碎银换1000个铜板，又重又占地方。那200两银票带在身上更不踏实。末世后遗症啊，纸币擦屁股都嫌小，只有真金白银拿在手里，我这心里才有底。掌柜的，把这银票换成现银，不要大银锭，最多就5两的，最好全是1两的碎银。客官稍等，印记无误，这就让小厮去里屋取银子。真是出门没看黄历，冤家路窄，怎么在哪儿都能碰上这恶心人的前夫哥？周小麦，你为了纠缠易哥哥，竟然一路跟踪追到了钱庄，真是不要脸！你眼睛要是不瞎的话，应该能看到我已经进钱庄有一会儿了吧？别给自己脸上贴金了。这女的怕不是有大病，自己做过什么没损数，为了在男人面前刷存在感，还跑来我面前秀优越感。小麦，你就别逞强了，要不是你非死缠烂打，叶哥哥也不至于无奈休妻。哥，你鸡吗？这么会叫？最好是把你们这对贱男贱女锁死，免得以后出来祸害人。这泼妇，我本觉得休了她有些愧疚，现在看来简直不可理喻。周小麦，你休得满嘴污言秽语。哼，想跟我讲道的，那我就让大家看看你们这所谓的才子佳人有多恶心。我说错什么了？小吧，看你要死就退婚，你好了伤疤忘了疼，又跟他情哥哥情妹妹腻歪，自己说贱不贱吧？他大字不识，以前在我面前总是唯唯诺诺伏低作小，如今这般牙尖嘴利，以前那副恭顺贤惠的模样肯定都是装出来的。随便你怎么想，总之以后看见我最好当不认识，免得让我倒胃口。不能让这村妇坏了我的名声，只要我咬丝是父母相逼，易哥哥和旁人定会心疼我。当年若非父母以死相逼，我怎会退婚？你怎么辱骂我，我都受着。只求你别败坏易哥哥的名声。真茶，把锅推给父母，自己装可怜心疼男人，这种低级招数，也就骗骗韩毅那个瞎子。你要怎么骗？只要韩毅相信，那就是你的本事。我的钱兑好了吗？哦，好了，小娘子你数数。我与易哥哥青梅竹马，我是什么样的人，易哥哥比任何人都清楚。是啊，为人父母，谁愿把女儿嫁给将死之人？书信对我一片深情，我不该怀疑他。周小麦，
你不用枉费心机挑唆，这样只会让我对你更反感。挑唆，真给自己脸贴金。有这闲工夫，我不如多看两眼我的真金白银，这才是末世生存的底气。谁在乎？小娘子，1两碎银一排10个，正好10排，还有小元宝，完完整整200两。到底是因为一场荒谬的冲袭毁了他一生，罢了，就当是最后的善意，提点他几句。这笔钱你拿着好好过日子，别全给娘家了。你那个娘家眼里只有钱，以后不会管你的死活。收起那副悲天悯人的假惺惺嘴脸吧，迟来的深情比草贱，现在装什么好人？关你屁事！我又不用你养老送终，管好你身边的这个小婊杀，少来跟前恶心我。哼，你躲开，狗都知道不挡路，你不如一条好狗吗？一个被休的乡下村妇，凭什么在我面前耀武扬威？易哥哥，小麦以前的恭顺都是装出来的，他的心机未免也太深了，想想我都觉得可怕。以后如果还能相见，避着点便是，左右我们与他是2个世界的人。财不外露，这沉甸甸的200两背在身上实在太惹眼了，还是放进空间最保险。现在该去买米面粮油了。掌柜，米面怎么卖的？精米50文一斗，糙米30文一斗，白面30文一斗。小娘子要多少？这里的1斗大概12斤，糙米发硬发黄不好吃，要1斗精米和白面。装好米面，买完盐和碗碟，现在来买猪板油和食材。个别东西物价真不低呀，1斤猪板油要15文钱，瘦肉才10文钱，买了3斤就花了45文，都赶上我的精米贵了。江老太家就在路边，消息最灵通。要是看到我买这么多精细粮食，肯定知道我有钱了。那群嗜血鬼绝对会惹出麻烦。有了，免费的劳动力和挡箭牌。大叔，能不能帮我个忙？啥忙？帮忙把我的东西送回家里。路上如果有人问，就说是你买的，成不？我的情况有点特殊，不方便让人看见我有钱。你先走，我一会儿就到。放你家院子里吗？大叔，你人怪好的呢，咱们都是邻居，以后慢慢处哈。如果这个小娘们不叫自己大叔就好了，她是不是眼神有啥毛病？哎呦，青山，你咋买这么多东西呢？看着就沉，快把背篓给嫂子提吧。家里用，不用帮忙，没多重。青山，我听说你家隔壁村长家的主宅借给周小麦住了。哎呦，这周小麦也是会折腾的，不怪被夫家给休了。哪有女人被不在娘家自己搬出来住的？青山啊，以后你和他见着面，能不说话就不说话，免得惹一身骚。你离我远点，别凑上来惹闲话才对。春阳嫂子这嘴真是越来越没边了。春燕嫂子嘴还是严谨的好，那丫头年岁小，这才第2天，谁会说这些有的没的？别坏了她的名声。昨天她在娘家闹的事儿你还不知道吧？她哪还有名声？你还没吃饭吧？上我家吃点再回去。我在县里吃过了，嫂子留步。哎，青山，你走那么快干啥？我第一次见你，你就背后嚼舌根踩我一脚，真当我是软柿子好拿捏？哎呀，小麦，这是干啥呢？我和你很熟，去哪里要和你交代一下。小麦，你是不是听见我说的话了？我是怕你们俩被人传行话，好心提醒你，千万别记恨嫂子。好心提醒，不就是你在这里胡咧咧吗？没有的事情都能巴巴跟真的似的。腌萝卜吃多了吧你？看把你给闲的。小麦，你真是误会嫂子了，嫂子真不是那个意思。别乱攀关系，我可要不起你这样的嫂子。
小麦一看就是过日子的人，才搬过来就把家当置办好了。对了，你和青山一起上的县里啊？不是，我和大叔路上碰见的，请他帮忙拿下东西。啥大叔啊？你和青山是同一辈儿，他才27岁，还没娶媳妇儿呢。27？这满脸络腮胡子，看着分明就是30好几啊！这下误会大了，真尴尬。你是不是姓肖？昨天在溪边你看见我，没认出来？那个，你胡子把样貌遮起来了，加上这些年没怎么见过面，一时半会儿真没认出来。东西给你放院子里，我回去了。乔婶热心要来帮忙，但别人帮忙反倒碍事。在末世求生，最不缺的就是动手能力，搭个土灶台简直是手到擒来。把这泥和匀了，糊在锅底一圈，今天必须把火开起来。乡下没几户人家吃得起大米白面，这地方偏僻，要是遭了贼，找都没法找。防人之心不可无，出门必须上锁，绝不能给那群吸血鬼半点可乘之机。真是大意了，买了菜刀，买了锅，居然忘了买切菜板，没板子这肉怎么切？看来只能去邻居家借用一下了。萧青山家离得最近，硬着头皮去问问吧。那个，打扰一下，我今天忘了买切菜板，可以借你家的用一下吗？刚搬来就开火做饭，这丫头倒是雷厉风行。等下，这也太对付了吧！发黄的糙米水泡咸萝卜，这营养得够他那么大块头消耗的吗？简直离谱！就算是在末世吃的压缩饼干都比这看着有食欲。男人单身过日子，真是糙的没眼看。村长家的屋里啥都没有，我这里正好有几个旧柜子用不上，你需要的话，一会儿就搬过去。什么柜子啊？就是伙房里放点乱七八糟杂物的柜子。严丝合缝的，根本一点都不旧。这手艺要是放在现在，绝对是高级定制的实木家具啊！这些柜子是你自己打的吧？手艺真好。我经常进山打猎，看到枯死的松木就会带回来打些家具。这么好的柜子，你自家不用吗？我家柜子够用，你拿去吧。那我一会儿洗完菜就过来搬。谢谢你啊，大叔，不对，谢谢青山大哥。大哥，他刚才叫我什么？萧青山一声不吭就送过来了，还特意给了2个，这人情算是欠下了，以后得想办法还。没斧头也没现成的柴，连火都生不起来。第一次在古代开火，考虑的还是太少了。明天必须去置办工具。新锅必须得用细盐和猪油好好开一遍，不然以后做饭全生锈。猪渣炒青菜，再配上空间里的味精提鲜，这才是活生生的人间烟火味，绝了！青山大哥，切菜板还你。不知道你晚上吃没吃？我做了点猪油渣炒青菜，给你送点尝尝手艺。他特意做好了给我送来的。这米饭不干不烂，刚刚好。这青菜炒猪油渣怎么会多了一道这么提人的鲜味？太好吃了！那青山大哥慢慢吃，我就先回去了哈。饿过劲儿了，猛吃几口胃受不了，得慢慢来。大姐姐，谁？小东。小东，真的是你？大半夜的你怎么跑过来了？大姐姐，我偷偷跑出来的。阿婆和爹不让我们来看你，娘担心你没东西吃，晚上偷了这块饼让我给你送来。就这么一块糊得发黑的破饼，
在那个吃人的家里，却是他冒着被打死的风险偷出来的。说实话，我离开家后，阿婆和爹是不是打娘了？没有。说，大姐姐刚走，娘就被阿婆打了。昨晚爹也打了娘，今天娘去收麦子，走路都是一瘸一拐的。这个世界，男人打女人，告到官府也没人管，而女人想要脱离男人强制和离，就得滚钉床。最可悲的是，她自己把那座活地狱当成了命，她根本不想逃。我救不了一个死心塌地要留下的人。大姐姐，你怎么会有饭吃？你不是没钱吗？自己做的，我就不会偷偷藏点钱起来吗？要是昨天把钱都上交给了阿婆，现在饿得两眼冒星星的就是我了，那才是真傻。大姐姐说的对，阿婆又凶又偏心，才不会管我们有没有吃的。想吃吗？我吃过晚饭了，不想吃。哈喇子都快掉地上了，真不吃？不吃。小孩子家的，学什么撒谎？想吃就吃，吃。可是娘说，大姐姐一个人住在这里很可怜。我混口饱饭不成问题，以后你要是饿了就来找我。回去不可以和任何人说在我这里吃了东西，知不知道？就连娘和小敏都不可以说，这是咱们俩的秘密。放心吧，大姐姐，我肯定不说。瞒着娘也是没办法，原主以前给她的钱，她转头就孝敬了姜老太，妹妹连饭都吃不上。她自己要是立不起来，我绝不可能拿钱去填周家那个无底洞。好。哎，你吃慢点儿，我又不会和你抢。不过锅里还有，你该不会想把吐出来的吃回去吧？吐出来的咋还能吃回去？我还是第一次吃白米饭呢，太浪费了。漱漱口再吃，吃东西不能太急，要细嚼慢咽。一会儿把饼带上，悄悄还回去。我这儿有吃的，不需要。明天阿婆要是发现少了一块饼，你们又要挨打。我知道了，大姐姐。走，我送你回去。刚刚一个人过来，怕不怕？有点怕。大豆叔家的黑狗还追我了，不过它没我跑得快。以后白天过来，千万记住，偷偷把饼还回去，绝对不能说在我那里吃过饭，记住了吗？记住了。这哪里是家，分明是座吃人的牢笼。只是我救不了不想反抗的人。放回去了，太好了！只要饼还在，阿婆明天就不会打娘了。饼送给大姐姐了。二姐姐，你还没睡？没听到娘在哭吗？大姐姐回来闹出这一出，家里鸡飞狗跳的，她倒是好，跑出去躲清静了。要是她去韩家要点钱回来，阿婆也不会把气撒在我们身上。爹又打娘了！不行，我得去保护娘！豆芽大点的人，你能保护个啥？哪次不是爹一瞪眼睛你就往我们身后躲？那也不能看着娘挨打呀！这会儿没打了，你要是过去敲门，爹的火气上来，你和娘一起挨打不说，还要连累我。二姐姐你不对，大姐姐没闹，明明是阿婆刁难她。大姐姐不在家时，阿婆挑唆两句，爹不也照样打娘吗？嘿，你这死丫头不分远近了是吧？向着谁说话呢你？大姐姐被羞影响我们名声，那么好的机会把握不住，害我们被阿婆打骂，我们才是真可怜。不都是一个爹一个娘生出来的姐姐吗？怎么论远近？你可别学阿婆那样喜欢往人身上泼脏水。行了，我叨叨两句还不行了，护得这么紧。这山泉水简直比井水还冰，要不是怕身上发臭，打死我也不洗。
大半夜的，应该没人会来吧？他怎么直接脱衣服了？我这会出去也不是，不出去也不是，想咳2声提醒都来不及了。非礼勿视，非礼勿视！冻死了，冻死了！赶紧洗完走人，再待下去要得风寒了。可算是走了，再在水里待下去，我就要冻死了。麻烦是麻烦了点儿，但总算避开了周家那些吸血鬼。有了这些，家里总算能有点活人的气息了。这点简单的榫卯家具，对在末世生存过的人来说，简直是小菜一碟，根本难不倒我。才想起来陶盆还在我家里，给你送过来了。麻烦你特意跑一趟了。今天猎到只兔子，给你。你为什么要送我兔子？昨天你不是也送我饭菜了吗？反正你拿着吃吧。你每天都能打到猎物吗？像昨天那样的野猪，你每个月都能猎到？看运气，1年也猎不到几头大猎物，多挖陷阱。野鸡、野兔倒是能经常猎到。我今天在山里待了1天，也就只有这1只兔子。你问这个，该不会是想进山打猎吧？青山大哥，你觉得我行吗？女子打不了猎，打猎是一个体力活，女人的体力跟不上，再者也需要一定的身手。这不是看不起你，进山危险重重，悬崖峭壁，毒潭沼泽，没有经验，你不仅打不到猎物，还会变成猎物口中的食物。不敢说体力比你好，但是我的身手可不一定就差呢。以前没听说他有身手啊，难不成是他在韩家学的？我回去了。哎，你等等，晚上在我家吃吧。这么大只兔子，我一个人吃不完。会不会太麻烦你？不麻烦，添双筷子的事儿。你要帮忙的话，就把这只兔子杀了处理干净，连这些菜一起洗了哈。好。幸好把萧青山支开了。这些现代调料可是我的秘密武器，得提前装进窑罐里，免得暴露了空间的存在。小麦在家没？婶子给你送点咸菜来。乔婶，你太客气了，咸菜你自家留着，我怎么吃？别跟婶子客，天气热了不好做。去年我做了不少，一个人吃不完。那行，咸菜我收着了。乔婶，你还没做晚饭吧？晚上就在我家吃。我家锅里有现成的粥，不留在你家吃了。今天青山大哥猎到了兔子，正好人多热闹，一起吃。乔婶，像青山大哥那样以打猎为生的，不少赚钱吧？哎，青山打猎是把好手，前几天猎了头野猪，能卖1两银子呢。不过他赚的钱都被他那吸血鬼后娘给扣走了。野鸡、野兔并不比家妻值钱，野猪也就和家里养的猪一个价，真正值钱的是猛兽。猛兽能有多值钱？比如那山菌，光皮子就能值10几两银子。青山头那些年了一头，差点丢了半条命。小麦，你可别动歪心思，女人干不了这事儿。10几两银子，高风险高回报，这深山我进定了。我就好奇问问。我的老天爷，小麦啊，你放的这猪油是不是太多了点儿？放少了不好吃，我昨天炼了不少猪油，这里满满1罐呢。
苦饭表面装穷可以，但味蕾绝对不能受委屈。现代的13香和黑胡椒，这可是降维打击。我的娘嘞！我咋闻出点酒味儿？小麦，你这锅里放的啥？今天县里买的，专门用来炒菜去腥。平时我不怎么吃酒。这也太香了！我活了40年，从来没闻过这么霸道的香味儿。乔婶，像青山大哥那样以打猎为生的，不少赚钱吧？哎，青山打猎是把好手，前几天猎了头野猪，能卖1两银子呢。不过他赚的钱都被他那吸血鬼后娘给扣走了。大功告成。虽然调料有限，但这卖相绝对满分。家里连个正经饭桌都没有，今晚只能委屈一下，把那个大木桶倒客过来凑合当桌子用了。在屋里吃还是在院子里吃？这个时候在外面吃饭，不冷不热也没有蚊子，就外面吧。我瞧着你家连个正饭桌板凳都没有，我家这套你先凑合用着。暂时放在我家也行，但我就借用几天。打桌椅板凳我会一点，你不用重新做，等我自己打出来再还给你。这女人看着性子不尖锐，却极有分寸感，一点便宜都不肯多占，是个通透的明白人。小小哥这木工手艺真是没话说。老天爷，小麦，你买的全是精米啊？糙米卡嗓子，我实在吃不惯。这得花多少钱啊？看来传言是真的，他绝对是从韩家要到了大笔补偿钱。这丫头把钱死死藏着不给吸血鬼姜老太，可比他那懦弱亲娘聪明太多了。我的老天爷，小麦这手艺绝了！我活这么大岁数就没吃过这么香的自菇，以前青山给的肉简直是被我糟蹋了。家里食材不多，也就自菇能和地肉一起红烧了，大家凑合吃吧。告诉你们个冷知识，这兔肉啊，可是越吃越饿，越吃越瘦，只吃它可是会活活饿死的。啥？我的亲娘嘞，哪有肉越吃越饿嘞？吃肉还咋可能会瘦？是真的，兔肉是一种高蛋白低油脂的食物，很多人减肥专门吃它呢。高啥低啥，小麦呀，你可别当婶子不识数瞎忽悠，人吃肉咋可能饿死？唉，乔婶儿，你就通俗点理解成这兔肉里没有太多油水吧。我相信他说的，有一年大雪封山，家里没吃的，连盐都没有，我天天用囤的干兔肉煮汤，结果真的是越吃越饿。那段时间我瘦的皮包骨，差点活生生饿死。老天爷，小麦，你家800年都不吃一回兔肉，你咋知道这些奇奇怪怪的学问的？我在韩家时听他们家厨子说的。你们放心大胆的吃，咱带着大米饭配菜，绝对饿不死。管他饿不饿死，这么金贵的细粮和肉，就算撑死也值了。这2个年轻人吃的这么猛，我也不客气了，再去盛半碗。我吃饱了，锅里还有不少米饭。青山大哥，你还要吗？要，以后我多给你送些猎物来。青山啊，你老实跟婶子说，你这一顿的饭量到底是多少啊？像这样的海碗，差不多4碗吧。柴火盖好，省得明天下雨没干柴烧饭。溪水那么冷，他天天都要洗澡吗？也不怕受凉生病。嘿嘿，在韩家养了2年，这身段模样比县里的花魁还水灵。反正他现在是被休的破鞋，就算今晚我把生米煮成熟饭，他也绝对不敢声张。周继虎，你大晚上的来我家这边干啥？哎呦我的娘！青山你咋神出鬼没的，吓死个人！哦，那个晚上吃撑了睡不着，出来消消食。走着走着就到了村东，你咋还没睡？我也打算出来消消息，正好和你一起走。我就随便溜达，要么你去村中转转，我暂时不想回去。村中咬狗路过就废，我不去。往东林子里渗人，我们就在这附近转转。青山，你有没有觉得小麦被修回来后，比以前好看太多了？咱们都是村里的光棍，哪能盯着女人看？传出去咱们被人笑话无所谓，别坏了女人的名节。妈的，这死猎户简直有病，硬生生坏了老子的好事，门都锁了，今天算是彻底没指望了。
转的我都有点犯困了，这就回去了。青山，你也早点歇息吧。这种人渣，满肚子坏水，绝不能给他留半点可乘之机，必须看着他彻底滚回他自己的狗窝才行。一个女人过日子太不容易了，我该怎么提醒她？我一个大男人去说这事儿算什么？要是让乔婶去传话，万一惹出闲话，反而害了她。算了，想那么多干什么？以后晚上只要看到他去尸边，我就在附近多转转。一个人的日子是真的爽，睡到自然醒，想吃什么吃什么，这才是人过的日子。哎呀，我怎么忘了古人晚上睡得早，干什么都习惯起大猎去了。这会儿估计青山大哥早就进山打猎去了。算了，没人带路，就自己一个人进山吧。哟，这不是小麦吗？咋回村了还躲起来不见人呢？还是进过大户人家的门就瞧不上我们这些乡的下了？一群纯粹嘴贱的长舌妇，觉得我丢了周家的人想挖苦我，我可没闲工夫搭理你们这群烂人。发财了！这么大一片极品黑木耳，油光水滑的，够我吃上好几顿了。周围还有这么多野生荠菜，今天这趟进山绝对是赚翻了。咦，这棵松木干湿度刚好，正适合拿回去打桌椅柜子。给我动！就算有末世的力量加持，一个人扛着这么个大家伙走这么远，体力消耗也实在太大了，累死我了。先歇会儿。这么粗的松木，你一个人从深山里扛出来的？你就说我厉不厉害吧？这木头就算是我扛，也得费不少力气。他这弱不禁风的身子板，力气竟堪比我这个公认力大如牛的老爷们儿。今天运气不好没打到猎物，我帮你扛回去吧。这东西太沉了，我们一起扛回去吧。不用，我一个人就行。以后进山别走得太深，里面豺狼虎豹多，很不安全。青山大哥，我今天采了不少荠菜，晚上打算包饺子，你帮我搬木头，我请你吃饺子，要不然我以后可不敢找你帮忙了。那我帮你把木头给锯了。你想打啥家具？桌子、柜子锯成板材就行。一棵树不够，改天我看到适合的松木，给你再弄一棵出来。多亏了空间的绝对静止保鲜功能，这昨天买的五花肉拿出来就跟刚从猪身上割下来的一模一样。今晚的荠菜猪肉水饺绝对香掉舌头。你今天还去县里了？哦，这猪肉是我昨天买的，放在冰凉的溪水里浸着保鲜的，放心，肉绝对没坏。他这副打扮真利落，生机勃勃的，好看的让人舍不得一开眼。调料倒是齐全，要是能再打个生鸡蛋进去就完美了。可惜空间里全是熟鸡蛋，去县里买食材又偏偏忘了这茬。青山大哥别弄了，明天我自己锯，先来吃饺子。水在伙房门边的盆里，快去洗手。你真的会？要不先放着，明天我从山里回来继续帮你锯。大哥，你咋在这里？农忙你好歹回家搭把手，你倒好，连个影子都看不着。老四，你过来干啥？书院不是给了田价，家里那么多人手，还需要我帮忙？农忙当然是人越多干得越快。我和二哥平时还要读书，哪能把时间都用在农忙上？你咋岁数越掉人越懒？我过去农忙，下个月家里的开支咋办？说青山大哥懒，他一天到晚手都没停过。乡下人家培养一个读书人就很不容易，而后娘的3个儿子全部读书，读书的钱全靠萧青山一个人打猎。
这满嘴理所当然的指责，简直像青山大哥欠他们的一样。还有事吗？没事就滚。听说大哥前几天猎了头野猪，卖了不少钱。明年开春我和二哥要院试，你拿点钱给我们买书籍温习用吧。想要卖野猪的钱可以，那下个月家里的开支我就不送了。你回去问问爹，他要是同意，你就过来拿。大哥，你啥意思啊？我和二哥用功读书，还不是为了光宗耀祖？让你拿点钱买书都不愿意。麦子不是收下来了，晒干了卖钱去买书籍就是。麦子是收了，但今年没下雨，收成不高。收成再不高，咱家也有12亩地，买啥书不够？你少跑我这儿哭穷卖怜，嫌少就自己去书树抄书赚钱。难怪娘说你现在抠门的很。我和二哥把时间用在学业上，以后考取了功名，你的脸上有光不说，还能跟着享福，不是？享福？我拿命给你们赚读书的钱，可我摔断腿重伤快死的时候，你们在哪？10几两银子，这要是治不好，这钱不就白打水漂了吗？家里哪有那么多钱给他乱造？没必要乱花冤枉钱，要是治不好就亏了。这就是我拼命供养的家人，钱比我的命重要。钱的事情你们就别打主意了，去年是村里人凑钱给我治的腿，我得一点一点还回去，没有多余的给你们。大哥，你咋这么死脑筋？你治腿的钱是大家心甘情愿凑出来的，没人要你还，你这么上赶着干什么？你书读狗肚子里去了！村里人谁家的钱不是从牙缝里省出来的？大家伙说不要，你就能心安理得的不还？这蛮子真动了怒，要是惹麻了他，以后1文钱不给家里，我还怎么读书？你打猎不少赚，到现在还没有把钱都还上吗？滚！再不滚，别说下个月家里的开销，以后也都没有了。大哥，你简直不可理喻，我懒得和你争执。让你看笑话了。我前2天回村和娘家闹的事儿，全村人尽皆知。和我的闹剧比起来，你这只能算是毛毛雨了。你以后有啥打算？就是过日子呗，盖个属于自己的青砖大瓦房，买几亩良田，看看有什么能赚钱的营生，无非就是这些。在末世，干净的水和食物都是奢望。如今能自由呼吸，有田可种，没有丧尸，这日子简直像天堂一样，我已经非常非常知足了。盖房、买田、赚钱，他的未来里竟然完全没有找个男人嫁了生儿育女的打算。难道他打算一个人过一辈子？没电没工具，纯手工打磨榫卯确实费功夫，不过这慢悠悠的造物过程才是真正治愈人心的生活啊。大姐姐，小敏，家里今天不忙？麦子已经割完晒着了。大姐姐，我想请你帮个忙。上次看见你包袱里有几身干净衣裙，想借来穿一天。走亲戚穿啊？不是，阿婆找了孙阿婆给我说了人家，两家明天要相看。相看？你才15岁，着什么急嫁人？你年纪这么小，根本分不清对方是不是你想要的人，而且身体没长开，怀孕生孩子极其危险，会要了你的命。自古婚姻嫁娶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，哪能由得了自己做主？做不了主，你还像吃了春药似的，这满脸通红的样子，明显就是极度期待，好吗？大姐姐，有你这么说自己妹妹的吗？你闹出被休这档子事，哪个好人家还愿意要我？容得了我来挑选？你要是嫁不出去，我养你好了。大姐姐自身都难保，怎么养我？而且哪有姑娘不嫁人的？裙子还没怎么干，你拿回去再晾一晾，明天相看肯定是能穿的。没了换衣服，末世的衣服不能拿出来穿，今天打不成家具了，得去县里买几身利索衣服，顺便把户籍迁出来。哟，快看，
这不是被休回村的小麦吗？换做一般姑娘，肯定吓得低头跑了。对付这种垃圾，躲是没用的。怎么，觉得对着女人吹口哨很酷，还是觉得调戏女人很风流倜傥？近看更俊了，以前像根豆芽菜，现在这身段肯定是更有韵味了。小娘子，陪哥俩玩玩。我的腿！周小麦，你个疯婆娘，你是不是仗着一个村的，老子不敢打你？喜欢笑是吧？我让你们笑个够！你一个被休的臭娘们还横上了，给脸不要脸！老子今天非教训你不可！以后再让我听到你们耍流氓，见一次打一次，明白吗？周小麦，你真想逼我们动手？周继虎，你们这几个混小子干啥呢？是不是在欺负小麦？村长，那咋可能啊？我们就是和小麦开开玩笑而已。村长，你看，我们真是开玩笑，他上来就给我一巴掌，我脸现在火辣辣的。村长，这事儿你不用管，他们喜欢开玩笑，我喜欢闹着玩。一天到晚招猫逗狗，家里麦子都收割回来晒干了，3、5成群在这里干啥？赶紧滚蛋！在那边住的还习惯吗？偏僻了点儿，怕不怕？我胆子大着呢，附近邻居也挺好的。我正要去县里买点家用，顺便把户籍迁出来。女子单独开户要有自己的住宅，否则村里和族里是不会给你出具认可书的。这户籍不好迁。那还真有点麻烦，我连去县里买点东西都要躲着，生怕引来娘家那群苍蝇。怎么可能现在大张旗鼓的买房？小麦呀，听叔一句劝，你在外面住一段时间，终究还是要回娘家的。娘家再不好，那也是家里人，天下无不是的父母，总归不会害你。真像村长你说的不会害我，那我怎么会落到今天这步田地？哪怕没有户籍，哪怕前路再难，我也绝不会再回那个吃人的烂泥潭。既然没房迁不出户籍，那就先放着，反正户籍在我手里，娘家也拿捏不了我。先买身绿色衣服，改善生活。妹子真有眼光，这衣服是咱们京城挖来的裁缝做的，整个黑风县找不出第二家这么好看的款式。这款式确实和别家不太一样，有干活方便的裤装吗？我试试。裙子好看，裤子实用，这选择困难症都要犯了。要不全买了，反正手里有钱。妹子，搭配裤子的130文，买2身给你少5文钱，不能再低了。110文一身，我是干脆人，你卖我就买4、5身加鞋子，不卖我就去别家。得，谁让姐姐喜欢你这漂亮妹子，卖你了。7身衣服4双鞋，钱在手里一点不惊花，穷人乍富报复性消费的感觉实在太爽了。衣服家用都买齐了，放进空间。接下来该去菜市场考察一下赚钱的门道了。5文钱8个，面皮厚的像城墙，肉馅只有指甲盖大，除了盐一点油水没有，这也叫馄饨？叔，这馄饨好吃吗？好吃啊！张大嫂家在这摆摊10多年了，咱们都认他家这口纯正的味儿。这种盐水汤有什么口味可言？这也能座无虚席。如果我来做小吃，绝对能赚翻。满满2麻袋食材放进空间保鲜，成本7廉的小吃配方我脑子里多的是，得好好盘算一下做什么最赚钱。小吃大多10文钱以内，必须极致压缩成本。做什么才能既惊艳这帮古代人的味蕾，又能实现利润最大化呢？
小麦干啥去了？咋才回来？你们什么时候来的？我们下午才回村儿，听说了你被休的事儿就过来了。你干啥去了？这是？我去县里转转，想找点活干。妇道人家哪有那么容易找到活儿？你也是能折腾。你们有事啊？我们去屋里说话。就在外面说吧。村长家老房子里面长时间没人住，味道很重，屋里也没有桌椅板凳。小麦，你这次做的太过了。哪里过？是没有去韩府死皮赖脸的要钱过了，还是被娘家赶出来没有找根绳子上吊过了？小麦，你啥时候变得这么牙尖嘴利？季爷是关心你，为你好，为我好，还是为你们大房好？毁掉我一辈子的婚姻，你们都是受益者。最后我被休了，你们却不肯收留我。小麦，你咋这么想？哪有晚辈记恨长辈的？大家听了得多寒心。如果是来说和的，大可不必。从我嫁人的那一天起，我就不算老周家的人。以后我要做什么也和你们没关系。和老仇家没关系，你以为还能留在村里？村长会把自家主宅借给你住？没有宗族庇护很难立足，户籍是死穴。你们到底来干什么的？直接说是。一来劝劝你别和家里僵持，明天回去和阿婆赔个礼；二来明天小米要相看婆家，你正好帮忙长长眼。在孙阿款家相看？不是，在咱们家。第一次相看有上女方家里的？之前三叔看过对方，他很满意。这次说是相看，其实已经铁板钉钉的事，明天就给过聘礼啥的给定下来了。既然你们都合计好了，还要我长什么眼？说是相看，实际上已经拍板，和盲婚哑嫁有什么区别？小敏早上还那副恨嫁的态度，这样的婚事真的会幸福吗？小敏的终身大事，你这个当姐姐不回来是不是不好？我知道了，明天什么时候？少不得要中午，你早点回来，咱们也说说自家里的事。要我明天给江老太道歉，缓和关系，没有丁点可能性。知道了，我家里简陋，没什么吃的，不留你们晚饭了。小麦，你这衣服好像是新的吧？你哪来的钱置办新衣服？好歹我也在韩家待了2年，他们给我做几身新衣服很意外。季爷，你说就小麦这副态度，明天能听家里安排？让三婶和小麦说，反正咱们不当那个出头的恶人。有几味调味料太贵，肉也是。想要做点小买卖赚钱，就得素一点的，尽量避免加胡椒粉、肉之类的高成本食材。你想要做买卖？青山大哥，你怎么神出鬼没的，吓我一跳！猎了10来只野鸡、野兔，还有2只活刺猬，你想尝尝的话，拿1只回去。不要，味道这么大又费调料。我今晚做韭菜盒子，一会儿你帮我和面。你一个人会不会忙不过来？别看都是寻常吃食，光准备得需要很长时间，连个搭手的人都没有，太不容易。你说的也是，一个人做小吃利润不高，我可不想每天起早贪黑累死累活的。文斌回家说我还不相信，原来是真的。青山，你咋能和周小麦搅和在一起？咱们萧家的名声还要不要？啥名声不名声的，我和小麦是邻居，互相照应一下而已。你一个没成亲的大小伙，躲着周小麦都不来得及，还往上凑，生怕苍蝇没盯上你是不是？怎么？你还敢砍我？你骂谁是苍蝇？除了你，这里还有谁是苍蝇？被韩家休了，转头就勾搭我们家萧青山。我告诉你，周小麦，
趁早歇了你那龌龊的心思。我们家绝对不可能要一个被人休了的二手货。够了！没有的事情你别说的这么难听，空口白牙的污蔑小麦名声。你和这不要脸的整一块过日子了，还知道名声？从今天开始，你们两人赶紧给我断了！要是外头传啥流言蜚语，周小麦我饶不了你这个小畜！这个一会儿还要切菜，砍了它弄脏了不好。萧青山，你个胳膊肘往外拐的白眼狼！咋的？你还想和我动手比划比划？不要脸的小畜！有钱人家不要你，就想让萧青山当冤大头，也得看老娘愿不愿意。本就没打算动刀，砍坏了还得花钱给你治伤，两手空空揍你正好。你敢打我，老娘今天非撕了你！撕了我倒要看看今天谁撕了谁！萧青山，你是死人吗？没看到你娘老子被欺负了，还不快帮忙！娘老子，全村谁不知道你只是个后娘？没有的事跑来骂一通，当我好欺负？小麦，青山，咋回事啊？这动静！乔婶儿，我娘不知道咋的了，跑过来给我和小麦一顿骂，小麦气不过，和他打起来了。乔婶儿，我看你跑得气喘吁吁的，别着急，先坐下说话。好小子，这是故意要拖时间，让小麦多揍那个恶婆娘一会儿啊！哎，王氏，你这是闹哪一出啊？青山这么踏实能干，青山啊，你娘到底因为啥骂的你们？说我和小麦不清不楚，话里难心的很。哎呦，王氏啊，哪有你这样嚼舌根的？人家小麦才搬过来。你先让周小麦给我撒开！哎呀，小麦啊，你先放开王氏，咱们有事说事嘛。嘴还欠吗？能不能好好说话？周小麦，你这个烂，你给我等着，一会儿我就找你娘家去，今天必须给我个说法。嘴还是臭，那就多吃点泥，好好洗洗。别打了，别打了，我服了，我好好说话，我好好说话还不行吗？说说吧，萧文斌回去怎么编排我和青山大哥的？文斌没编排啥，就是觉得你们孤男寡女大晚上在一起不合适，他是怕传出闲话。难怪你们家3个儿子一个秀才都考不上，感情心思全用来编排人说瞎话了。就是王氏，你不能这么对青山，吃他的喝他的，回头还败坏他。青山孝敬我是应该的，他娘死得早，是我一把屎一把尿拉扯大，他亲娘活着也不见得比我好。你可真敢说，要他亲娘还在，会不分青红皂白就骂他？恶毒就是恶毒，你还真会美化你自己。如果我活在你们的嘴里，那我明天也可以说，看到你和野男人在哪个犄角旮旯偷情。你放屁！老娘样样周到，从来没传出过不正经的话。小麦，你让他起来，有话好好说嘛。以后嘴巴放干净点，不然我还让你吃泥巴。想动武就掂量你家那3个弱居是不是我的对手。王氏啊，人家小麦可不惯着你这张臭嘴。求求归你个老杂毛，你们给我等着，这口恶气老娘绝不咽下。小青山，你干什么？难不成你还想再打我一顿？我送你回去。王翠香这么对他，他还挺孝顺的，怕人死半道上。
你这丫头，青山是想跟着回去把事情解决死，怕他们一大家子来找你闹。我怕他们，来一个打一个，来一双我打2个。你还是年轻，不懂人言可畏，唾沫星子能淹死人啊！王翠香那张嘴和我阿婆有的一拼，破臭。唉，你以为青山是怎么一个人住到这处偏僻老宅的？青山5岁，亲娘诺产没了，那王氏进门没多久就怀上了。大冬天连件袄子都不给，根本不管青山死活。还是萧老爷子看不下去，带他来老宅单过，教会了他打猎。可青山15岁那年，老爷子一睡不醒。青山打猎赚的钱几乎全交给他去供那3个白眼狼弟读书，可这帮畜生……去年青山摔断了腿，没一个同意出钱救他。也是从那时候起，青山彻底寒了心。刘心眼不给钱了，算他还没有蠢到底。对，他现在每个月只给点死钱，绝不多给1文。所以你知道王氏为啥跑来骂你了吧？他是生怕你和青山真看对眼儿。青山要是娶了媳妇儿，有了自己的家，以后拿回去的钱可就更少啦。这么晚了，青山大哥还没回来。哼，生怕早点回来搭把手拾掇拾掇，咋不等午饭做好了回来？我昨天不是特地交代你要早点回来帮忙吗？人不是还没到吗？我来的不算晚吧？家里这么多人，凭什么要我帮忙拾掇？自己家里差好多东西置办，也没见谁主动帮个忙。小麦回来啦，快上我屋里坐。小麦，你受苦了，才几天，黑了也瘦了。随时抹眼泪，真晦气。哪有你说的那么夸张？再苦还能比在娘家苦？有件事情要告诉你，一会儿小敏的夫家不是要过来吗？八字没一撇，现在说夫家是不是太早了点儿？不早，实际上你阿婆和你爹已经和人家那边说好了，对方是隔壁小磨村的，定下来的这夫家姓吴，他有个堂哥今天也会过来。你们都已经决定好了，再和我说这个是什么意思？你阿婆嘴上虽然严厉了些，到底也还是关心你的，为你将来考虑。所以孙婆子一说想给你介绍给小敏夫家的那堂哥，你阿婆立刻就为你答应了下来。对方家中排行老3，成过一次亲，媳妇儿前些年病死了，留下1儿1女，今年31，长得人高马大，是个踏实能干的。你也同意我给那姓吴的当续弦，给娃当后娘？后娘咋了？只要男人踏实能干，你在家里带带孩子，做做家务啥的，不也享福？娘，你每天也是在家做做家务，带带娃，农忙下地干干活，你打心眼里觉得是一件享福的事情？哪个女人一辈子不是这样？再说你这情况还能咋挑选人家？你如果认为自己和我爹把日子过成这样，连大声说话都不敢是幸福，那你继续幸福下去，但是别想插手我的婚事。我已经不算这个家里的一份子，要不是你和2个妹妹在，这家的大门前我都不会踏一步。我知道你对你阿婆心里有气，可一家人哪有记仇的？你不能因为置气就不嫁人了吧？刘彩霞这种人，奴性早就刻在了骨子里，根本不是3言2语能掰回来的。对方打算给多少聘礼？小敏那边是5两，你能成2两总归是有的。那聘礼给我吗？聘礼咋可能给你？咱家闺女嫁出去，聘礼一直都是你阿婆保管，要拿出来补贴家用。以后你堂兄说亲也是要花钱的。
哪有咱们家闺女聘礼一直由阿婆保管？当年二姑嫁人，聘礼不是全带去了婆家？我的聘礼凭什么不给我？堂哥以后一亲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难道几个堂兄弟是娘你生的？你到现在了，你咋还不懂体谅娘的难处？你自己窝囊，就想让别人也跟着你一起被吸血？你自己窝囊大半辈子，换来一点真心了吗？现在还想让后代也无私奉献？怎么的？家里有皇位要继承啊？三房要哄着供着大房的皇子？别给我洗脑，让我和你一样从娘家窝囊到夫家，别说旁人看不起，我自己都看不起自己。小麦，你到底咋地了？你别吓娘啊！娘，我觉得大姐姐说的没有错。凭啥我们三房累死累活啥也得不到？阿婆和大伯娘还对我们不好。娘肚子不争气，将来没人养老送终，还不是得靠你几个堂兄弟？可是现在大伯娘和堂哥都对你不好，等你老了，他们就会对你好，为你养老送终吗？你总要再嫁人吧？聘礼的事儿，我到时候求求你阿婆，给你一点带到夫家就是了。小东都明白的道理，娘你却不明白。我嫁不嫁人是我的事，谁都没权利干涉。不要打着为我好的名头再卖我一次，我早不是那个任你们摆布的小可怜。哎呦，这就是周家吧？快进快进！这么热闹，看来是那小魔村的吴家人到了。瞧瞧咱们小麦长得跟朵花似的，要是搁外头，乍一看，老婆子我都不敢认呐。我家这大闺女不太会说话，永远长不大似的，也不知道叫人。嗨，小麦可比我家那丫头好多了，平时家里来个人就躲屋里头，家务活啥的一样干不好。都别在院子里站着了，快进堂屋。刘氏，你让小敏去烧点热水来。小敏啊，搁屋里干啥呢？家里来客了，快送点水去堂屋。这一大子真是恶心透顶，我连1秒钟都不想多待。你叫小麦吧？你要去哪儿？要我帮忙吗？回家。回家？这不是你的家？我已经嫁出去过一次了，是个被休的女人，不算这家人。今天家里这么多亲戚，你还不赶紧帮着搭把手做饭？三房女人不上桌吃饭，甚至连糙米都不能碰，我留下来干什么？小麦，你这娃爱开玩笑，一会儿米饭让你吃个够。我可不敢吃，怕你们等人走了扣我嗓子眼，让我把米饭吐出来还给你们。周小麦，你个小蹄子，给我站住！谁给你的胆子当着外人的面让全家难看？你最好别动手，不然我就回去找吴家人，让他们看看咱们家到底是一群什么货色。傻小麦你，以后年纪再大点儿，你想找都没人要。我的事用不着你操心，我有手有脚，饿不死自己。等你老了病了，身边连个端茶倒水的人都没有，一个人死家里都没人发现。有人端茶倒位能当灵丹妙药啊，喝了就没病了？还是有人知道我死家里能复活我？你丧门星，这就是你教养出来的好闺女。说话就说话，你打我娘干什么？看她窝囊好欺负是不是？她管教不好你，我打死她都活该。有本事你冲着我来，看我惯不惯着你这个老陈婆！
小麦，你想要干啥？是不是非要让我在这个家待不下去，你才高兴？有些人的苦难配得上他的认知，我竟然还想替他出气，真是多余。我这门婚事要是相看成功，聘礼会让带去夫家吗？青天白日，你做啥美梦？聘金本来就是要给娘家的。所以和我第一次嫁人没区别，只要是你们安排的，天王老子我也不嫁。想卖我第二次补贴大房，想屁吃！我们老周家怎么养出你这么个忤逆不孝的畜生？我也纳闷，怎么投胎到你们这群畜生家里？真是老天爷不开眼！娘，你咋了？小麦，你干啥去？没看到你阿婆叫过去了吗？家人中实在不行，泼盆凉水，保证立刻醒。他怎么看起来这么冷淡？也不知道昨晚的事后来怎么样了。青山大哥，你还没吃饭吧？过来一起吃。中午做了不少米饭。不用，我在县里吃过了。以后你也不要做我的饭菜，我一个人咋都能对付。一个人回家吃饭，还真是冷冷清清。萧青山这是有意和我保持距离，是因为王翠香闹事，他也觉得我名声不好，要避嫌吗？既然想要保持距离，我自然不会上赶着。先把桌子板凳还回去，等弄到松木，把伙房柜子也还了。小麦，一起洗衣服去。好，乔婶，你等等我。天天听你家院子里乒乒乓乓的，家具都打好了？快了，乔婶。桌子打好了，就像安装卡扣似的，留好对称缺口就行。乔婶要是想学，我可以教你。手艺活我可学不了，我家缺点啥都是梁子做，要么就是青山帮忙。话说回来，最近咋没瞧见青山来你家帮忙啊？可能是想要避嫌吧。他最近有意避着我。青山接济张春道孤儿寡母，结果长舌妇造谣说他俩早就勾搭成奸，娃都是青山的。更离谱的，说周继光是被他俩合伙要死的，啥话都有。这也太夸张了吧！看来萧青山是怕王翠香一闹，村里出更难听的话，所以才刻意避着我。算了，避嫌就避嫌，我也不是非要和他一起吃饭，就像小孩子不一起玩了，有什么大不了的？没看到你用皂角啊？咋这么多泡沫？洗衣粉，乔婶你用用看，比皂角洗得干净多了。哟，这香的，里面还有小彩点儿，这肯定很贵吧？使不得，使不得。小麦，婶子家去年屋后种的豌豆没吃完，给你一点炒着吃，加点盐可香了。婶子，你说这是什么？豌豆啊，咋的了？乔婶儿，你可是帮了我大忙了。眼下正好入夏，出去卖豌豆凉粉，绝对是个极其畅销的小吃。主料1亩地700-800斤，根本不值钱，加上醋、酱油和大蒜水，卖5文钱一碗，成本不到1文。这方子绝不能泄露。明天我自己去县城买一个石磨回来。大叔，麻烦把这石磨卸在伙房门口靠墙的位置，轻点放。好嘞，妹子，你这置办的家伙可真不少啊，又要矮木盆，又要这么多碗筷的。摆摊的家伙计一次性置办齐，今晚就大干一场。泡3个时辰正好，长了发酸，短了出不来淀粉。接下来就是等泡好了上石磨打浆。刚开始推还有点别扭，不过凭我这把子力气，倒是越推越顺手了。过滤掉豆渣，流出来就是白花花的银子。忙活了一天，身上都是汗，去洗个澡，回来沉淀淀粉。人以类的，物以群分，能和周继虎这种无赖娃一玩到一块儿，小青山能是什么好东西？不是要避嫌吗？行，那最好这辈子都别说话。讨厌的家伙！哟，小麦，你这头发湿漉漉的，刚在西边洗完澡啊，真香啊！关你屁事！嫌上次打的不够，我随时可以再胖揍你一顿。呸！好狗不挡道。青山，这股子辣劲儿真让人心里痒痒，
肥水不流外人田，漂亮娘们儿就该先紧着咱村里爷们儿。一个村里的，嘴巴放干净点，别把话说的那么难听。装什么正经？这种有污点的女人只能玩玩。还是说你也瞧上周小麦，想吃独食了？感情咱俩心思一样，那咱们哥们儿一起上！你找死！我的牙！你大爷的！你发什么羊癫疯？哼哼，谁跟你是哥们儿？以后少来村东，不然我见你一次，收拾你一次。滚！算你狠，萧青山，老子记住你了！以他欺软怕硬的德行，暂时应该不敢再来了。为什么我想要护着他，听不得别人说他？半夜起来过滤2次，一点杂质都不能有。纯手工无添加的豌豆淀粉，这可是白花花的银子啊！5、6斤豌豆能出2斤粉，晒干后至少也有1斤。赶紧晒干，我的发财大计全靠你了！这大太阳2天就彻底干抠了。没有末世的科技提纯和添加剂，虽然颜色微黄，但绝对是最纯正的豌豆粉。1:5的比例，水开下浆，必须不停搅拌，绝对不能糊底。冒大泡泡了，成功了！起锅！配料不能全放，得留一手。大蒜抹泡水，酱油加醋，对付古代这帮没吃过凉粉的食客，绝对绰绰有余。口感 Q 弹，冰冰凉凉，比末世吃的还要绝。这豌豆的清香绝了，就算没有辣椒，这大蒜水的辛辣也完全够味。夏天吃这种解暑神器，绝对是王炸。大姐姐，你在家吗？这是什么好吃的呀？来的可真巧，请你吃好吃的，这叫凉粉。凉粉是什么？好好看哦。大姐姐，我吃不了这么多。正是长身体的时候，看看你瘦成什么样子，吃，能吃多少就吃多少。好吃好吃，大姐姐真厉害。对了，今天孙阿婆来家里了，说吴家堂兄弟都瞧上你了，聘金有5两银子呢，阿婆肯定不会死心的。5两银子，这老太婆还真是钻进钱眼里了，当我是菜市场称斤卖的猪肉吗？二姐姐相开的那个人说瞧上大姐姐长得俊，性格直爽，二姐姐都在屋里哭半天了。性格直爽，说白了就是见色起意。在家里他们要说关于我的事情，你别顶嘴，免得挨打。别忘了我交代你的话，回去可不能说在我这里吃了什么，和谁都不能说，听见没？知道了，大姐姐，我聪明着呢，绝对不说。整整4大盆豌豆凉粉，这可全都是白花花的银子。明天去县城出摊，我周小麦的发财大计就从明天开始。辰时刚过，正赶上早市，基本都是老人买菜，人流量绝对够。我的凉粉今天必须在这风水宝地一炮而红。张大嫂，我想在这附近卖点吃食，咱们这儿的摊位怎么租？哟，你要摆摊儿？前面好位置按月算贵着呢，后面空地按天算，1天15文。我要租赁摊位找谁呢？对了，附近有没有卖桌椅板凳的？找监事，菜市场最里头卖肉的第1家，监事那里也有摆摊的桌椅板凳可以租赁。谢谢你啊，张大嫂。老板，你是监事吗？我想租一个摊位，还有桌椅板凳。只有门口摊位后面的空地了。1天15文，桌椅5文自己搬。你叫啥？哪里人？行，我给你20文，先租1天。我叫周小麦，周家村的。看你年纪不大，咋一个人出来做生意？家里人都在农忙，你可别小瞧我。不能在众目睽睽下变东西，找个没人的地方，用推车打掩护，把凉粉取出来，正合适。脸皮薄可做不成买卖，今天必须把名气打出去。卖凉粉嘞，开胃又解暑的豌豆凉粉儿，来来来！
妹子，你这豆腐咋是黄色的？买回家像豆腐那样炒着吃？大姐，我这不是豆腐，是凉粉，炒也能炒，但凉拌解暑开胃才是最好吃的。多钱一斤？我家凉粉不按斤卖。大姐，就这样的一碗5文钱。5文钱，够买豆腐全家吃了，太浪费费。新奇东西总得有个接受的过程，我就不信卖不出去。公子，我没看错吧？那个沿街叫卖的人好像是周娘子。娘不是给过他钱了，怎这么快就出来抛头露面？周小妹，周娘子有那样一个娘家，估计那笔钱早被娘家人给抢没了。也是，他那性子，200两在乡下是笔巨款，能守得住才怪。公子，你看，他说半天，硬是1碗都没卖出去。那凉粉到底是个什么东西？去，找几个人好好照顾照顾他的生意。公子，周娘子被休回娘家，怪可怜的，您就别为难她了吧。在你心里，本公子就是个小肚鸡肠、会跟女子计较的人。公子的意思是，找几个人去吃那凉粉当托儿？不然呢？新奇东西没人敢买，他什么时候才能收摊儿？让去吃的人可劲儿夸，别像个闷葫芦。顺便给本公子也买一份回来尝尝。唉，万事开头难，没想到这么难。闺女别丧气，你那凉粉看着不顶饱，不如咱们这汤汤水水的招人喜欢。张大嫂，我这凉粉也顶饱，等收摊了，我做一碗请你尝尝。理想很丰满，现实很骨感，全当午饭对付了。妹子，妹子，凉粉咋卖的？5文钱一碗，大哥，你们是第一波食客，我算你们一人4文钱，快请坐。凉粉都是切好的，调料也给的足，绝对够味，就看这几个大哥的反馈了。几位大哥，开胃解暑的豌豆凉粉，请慢用。哎呀妈，这凉粉也太好吃了吧！滑溜溜的，辣的够味儿。这么好吃的东西，竟然才卖5文钱！我以前给大户做工，主家赏的凉糕和这完全不能比。那凉糕不到拳头大，还要几十文呢。大哥，我做的凉粉真这么好吃？妹子，你太低估自己的手艺了。正所谓此物只应天上有，地上啥来着？人间能得几回闻。啊，对对对，人间能得几回闻，好吃，滑不溜丢的，太好吃了。大家快过来看看，这家的凉粉绝了，比大酒楼里的菜都好吃，我买绝对后悔。妹子，这没法打包，我连你这黑陶碗一起买了，带回去给家里人尝尝。哎，好，碗2文，凉粉4文，一共6文。妹子，给我来一碗凉粉，我也要一碗，我要看看怎么个好吃法，我也要，我也要。别急别急，都有，大哥你的料汁多一点。4大盆，48碗凉粉，半个时辰全卖光了。这门生意简直就是一本万利。心情简直一会儿在冰窟，一会儿在火炉。终于到了最激动的数钱环节了。4盆卖了48碗，起初10碗4文，剩下全是5文，一共230文。扣掉摊位和桌椅20文，还剩210文。再去掉微乎其微的豌豆和调料成本，还有时间人工成本，净赚最少150文。说这是一本万贯，绝不为过。哟，还当你第1天没经验要赔本呢，没想到这生意比我还好啊！同行是冤家，古人诚不欺我，只要生意超过他，嫉妒心就藏不住了。哪能啊，张大嫂，大家伙就是没吃过凉粉，图个新奇罢了。听说您家的馄饨卖了10几年，论长久，这菜市场里大家肯定还是认您家这块金字招牌的。哼！大家伙说的那么邪乎，给我盛一碗，我尝尝到底多好吃。不好意思啊，张大嫂，卖完了，下次第1份就给你。有了手吞车，以后的买材料做生意就方便了。今天这只是我在古代搞钱的第1步。
我帮你推车，你休息一会儿。以后看见我不用打招呼，不是想保持距离吗？当不认识好了。你别误会，我是担心和你走太近，村里传流言对你不好。我知道，所以我的话有什么不对？小麦，你哪来的这么多豌豆？这得花多少钱？买的，借钱买的，做点小生意。你疯了！妇道人家做啥生意？你名声已经毁了，可不能再让人说三道四。我不借钱过日子，难道要等着饿死吗？娘，我不要求你帮我，但能不能别拖我后腿，对我的事指指点点？大姐，娘也是为你好，你自己给我们制造了多少麻烦，心里没点数吗？我给你们制造什么麻烦了？你被休就是最大的麻烦，你毁了名声，我还怎么嫁人？我被休怎么了？如果你未来丈夫因为这事不分青红皂白嫌弃你，只能说明对方也不是什么好人家。娘这次过来有个好消息带给你，和小敏相看的堂弟瞧上你了，只要你愿意，堂兄弟随便你嫁哪个，聘金都给5两银子。所以，你是来给我道喜的？自己名声毁了，害得我和小东跟着倒霉，现在又抢了我的婚事，你可得意了吧？我可没抢你婚事，你当成救赎的东西，不代表我也是。我想要摆脱家里，可不会随随便便找个人嫁。小麦，你啥意思？吴家堂兄弟你一个瞧不上，人家不介意你被休过，这么好的婚事咋能是火坑？你们把我推进过一次火坑，现在好不容易从火坑里爬出来，为什么还要再跳一次为你们赚聘钱？娘，你是因为堂兄弟都选择我，你没办法，想着能嫁一个是一个，哪怕让我嫁官府当后娘，对吧？我哪有你说的这些弯弯绕心思？你说小敏不会记恨我，要不要看看她现在是什么表情？快恨不得把我给吃了！你当真不嫁？这么好的婚事你当真不要？是，我不嫁，只要是娘家安排的婚事，就算对方家财万万，我也绝对不会嫁。我的婚事被你毁了，都能忍下这口气，你凭啥还挑三拣四的？怎么的？你也想插手我的婚事？你自己一个人住外面痛快，知不知道娘回去了要面对啥？阿婆和爹哪一个会放过她？你自己看娘这些天都遭受了啥？新旧交替，几乎没有一块好皮。周小麦娘还有丁点良心，就老老实实去吴家过日子，只要娘的日子能舒坦点。小麦，你就当是心疼娘嫁去吴家吧，不然娘在家里真的要活不下去了。你的苦难，从嫁给爹那一天就埋下了种子，并不是因为我，或者下面的2个妹妹。你们怨我被休，可是你们忘了，2年前我并不愿意嫁给韩义那个病老鬼。是你哭哭啼啼说我不嫁阿婆不会让你好过，不如去投河一了百了。所有人都在用孝道压我，道德绑架我。如你们的愿，我进了韩家的门。可是这2年，娘你过得舒心吗？爹少打你了吗？现在你又一次哭哭啼啼让我接受娘家安排。假如我用在婆家过不下去来换你可以过下去，请问爹就不会打你吗？我这第一段婚姻没人想过我会不会怨怼，现在请你想想，我会不会怨怼你们？从小到大，你只会哭哭啼啼让我和妹妹受尽委屈，长大后你又要用我们姊妹的婚姻来换你在家里的片刻安宁，不是自己选择的婚姻，彼此之间没有感情，同住一个屋檐下如同冤家，我们的一辈子又该怎么办？娘，咱们别逼大姐姐了，而且你只会考虑自己。明明是吴家不要你，你还假装大度让给姐姐。死丫头，你胡说八道啥？看我不撕了你的嘴！小东的话戳你肺管子了，你再掐他一下试试，看我惯不惯着你就完了。你们亲姊妹还有心情在这里拌嘴？这是我最后一次表态，以后谁觉得我丢人，大可跟外头说，没我这个闺女和姐姐，
小麦，你连娘也不想要了。如果你只会哭哭啼啼，帮着家里逼我跳火坑，不管我死活，那么不要你这个娘也可以。委曲求全大半辈子，大闺女咋这么自私？家里安排的婚事到底有啥不好？娘，既然他不管我们死活，你全当白养了他。我咋会教出一个这样的闺女？这回去可咋交差呀？回来的正好，刚和老三商量过了，小麦和吴家的婚期就定在下个月28。娘，小麦不同意嫁，他说以后的婚事不用家里安排。啥？不要脸的骚蹄子，还想自己找男人咋的？5两聘金的头婚，他一个被人休过的2手货，还敢不愿意？小麦铁了心要断绝关系，娘，户籍都给他了，要么这事儿就算了吧。算了吧，你把5两聘金给我补上。生不出儿子，害老三绝后的丧门星，我今天打死你！你们都把大姐姐赶走了，凭啥还逼她？要打就打我！阿婆，你别生气，我们知道大姐姐不听话，你气不能撒在我们身上啊！周小麦，我绝不放过！今天不给你们点教训，以后谁都敢跟我叫嚣！我当不了宝娘和妹妹的救世主，想把娘拉出苦难，只有等她自己大彻大悟，被打断软骨头重铸。现在的我，只能顾好自己的营生。小麦，婶子找你帮个忙成不？什么忙？乔婶，你说。我家梁子明天带孝看人家的大哥和爹回来，我想着你手艺好，能来帮忙掌厨不？我怕我做饭人家嫌弃。我明天杀只鸡，买块豆腐，再去买条青鱼，加个菜汤，菜我都洗好切好，你过来直接炒。掌厨没问题，明天我保管给乔婶露一手。哎，到时候中午就在我家吃了。小麦，你家木盆里弄这么多豌豆渣干啥？我在县里做了点糊口小买卖，人没法吃，正头疼怎么处理。夏天太容易招苍蝇。人没法吃可以给猪吃啊，倒掉多可惜。你尽管拿，省得我费事。怪不得你这几天总忙忙出出，原来有了营生。你能有点收支，总归是个好事儿。等明天我把小吃食带2份过去，给乔婶家再添2个菜。咋还能让你带2个菜？你啥都别拿。6个菜不是好听点吗？放心吧，乔婶，不费什么事儿。梁子结亲，家里没个作陪的男人，得请青山明天来吃个饭，撑撑人气。青山，你明天进山打猎不？有点事情找你帮忙，得耽误你一天。乔婶有事要帮忙的话，也可以不去。啥事，乔婶你说。梁子明天带议亲的人回来，我家孤儿寡母的，想请你中午过来吃个饭，也显得我家有人气。梁子成家了，乔婶，你心里一块石头就算是落了地。我一会儿进山看看能不能猎到点啥，明天上你家多添个菜。不用，本来打算4个菜，小麦说要给我再添2个，6个菜够了。小麦明天也过去？他做饭好吃，明天还得帮忙掌厨呢。你明天早点过来，帮忙招待人。小麦现在可能不太愿意和我坐在一个桌上吃饭，但已经答应了乔婶，再反悔拒绝不太好。梁子本身就和我关系不错，和弟弟没什么区别。小麦才搬过来没多久，都出钱出力给添了2个菜。我要是两手无空去赴宴，怎么也说不过去。早上刚做好的豌豆凉粉，还有葵山摘的木耳拌芹菜，特地滴了点香油。今天必须帮乔婶把场面撑起来。乔婶儿，梁子哥，有人在家吗？怎么连个声都没有？今天不是要来重要的客人吗？人都去哪儿了？你是谁？咋在我家伙房里？你是梁子哥吧？我是周小麦，乔婶喊我今天过来帮忙炒菜的。
原来是小麦啊，都长成大姑娘了，乍一看都没认出来。乔婶这会儿不知道干什么去了，你们先去堂屋坐下凉快凉快吧。麻烦你了，小麦，那我先带亲戚过去歇着。小麦，我刚买鱼去了，你看是做鱼块还是整条烧？今天敞开肚子吃。好大的鱼，他们满头大汗的。乔婶先把凉粉端去堂屋，让他们解解射垫肚子。哟，这凉粉可真好看，小麦你自己做的，你也太心灵手巧了。我回家拿点调料，乔婶家只有盐，炒出来不好吃。远亲不如近邻，您千万别跟我客气。你今天中午也在这儿吃饭？昨天下午猎到只果子狸，你喜欢吃吗？我没吃过，不知道怎么做，一会儿就直接红烧吧。你负责剥皮。好，我顺便去溪边把鱼也处理了。只要他愿意跟我说话，愿意使唤我干活，怎样都行。夏天用柴火灶真不是件容易的事。不过，这顿饭可是撑场面的，绝不能马虎。郑家老哥，今天的菜式咋样？还合你们胃口不？一般人家做不出来这种菜，丫头的手艺很是了得。你做过厨娘？以前我和梁子下馆子都没你做的鸡肉好吃，肥而不腻。鸡肉就得带皮炒，早上现杀的，不焯水，热锅冷油，炒到金黄，口感才会好。梁子，往年不都是春节过后炭窑就不干了吗？要能一直干下去就好了，可惜昨天还是歇了。大旱之年必有寒潮，管事猜测今年冬天特别冷，笃定炭好卖，不然我们早没活了。春夏干旱和冬季寒冷没直接因果关系，气温受多种因素综合影响。大旱大寒只是一句农谚，并不准确。小麦，你说的这些我听不懂。这灵猫科的肉质竟然鲜嫩的出奇，一点异味都没有，太好吃了。原来他喜欢吃这个，以后要是打到果子狸，全留给他。对了，不知道郑兄弟有没有婚配？我17岁就成亲了，现在已经是3个儿的爹了。原来是个有家室的。我帮乔婶收拾了碗筷再走。这个时候他们肯定想要议亲了，咱们待在这儿不好，回去吧。哎呀，我这点眼力见都没有。乔婶，我们先回去了。刚才听乔婶说你在县里做了点小生意，和你有关系。青山叔，又是这些厌烦的人，眼不见为净。你咋来了？有什么事情？去你家说成不？啥事儿，春燕嫂子，你说吧。马上要插秧了，堂哥闪了腰，家里顾不上我家的3亩地，你能不能帮帮我？实在不好意思，春姨嫂子，你找别人吧。前几天收麦子我没去帮忙，我娘刚闹过。我要是去你家帮忙插秧，到时候我娘指不定又要咋闹。你要是担心王婶儿，我去找她说说成不？青山叔，你也不去我们家吃饭，我都想你了。你能不能帮帮我娘插秧？她一个人好辛苦。叔最近有点忙，真没办法去。如果实在没法子，那就花钱请人。手头紧的话，我可以先借你。借钱还得还，不如让他来帮忙，到时候孤男寡女吃点酒，这事儿就水到渠成了。下半年水稻要是继续干旱，插了秧也得死，花钱请人又是一大笔开销。青山，你就帮帮我成不？请人花不了几个钱，乔婶家地少，梁子最近也不去县里，你找梁子帮忙，一天给他15文工钱就行。你这个不开窍的木头，那嫂子帮你把屋里拾掇拾掇吧，你看你这乱的。不用，家里东西放哪儿我都有数，你一收拾我反而找不到。春燕嫂子，慢走不送。萧青山和周继良，
这么热的天，他们果然也来溪边洗澡，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？我绕到上游去洗，绝不和他们打照面。小麦，又来溪边洗澡啊？你知道我天天在溪边洗澡。我不只知道，我还天天看你洗澡，哥哥早想疼疼你了。干啥一副凶巴巴的样子？女人要温柔才招人稀罕。所以，你今晚是特意过来找死的。装啥矜持？跟着我，保准让你以后吃香的喝辣的，不比你以前舒坦。我得先确认一件事，是只收拾他一个，还是连萧青山一起收拾？那天晚上我看到你和萧青山站在一起，是不是他和你一起看我洗澡的？我要说是呢。那我被别的男人看光还怎么见人？不如一头扎进溪水里死了算了。你咋不识逗呢？我和萧青山没熟到那地步，真的只有我一个人，我咋可能和他一起偷看？就凭萧青山那个鸟样，他也配？既然只有你一个人，那事情就好办了。好，好，好，是在这儿还是上你家去？上你老娘！谁给你的狗胆敢偷窥老娘，还敢占老娘便宜？你不撒泡尿照照，你是个什么玩意儿？怪不得你问萧青山。呸！那条看门狗天天在你家附近转悠，防备老子。老子的脸和牙就是被他打的。你们这对奸夫淫妇早就看对眼了吧？那天晚上我看到你和萧青山站在一起说话，实际上是萧青山怕你偷看我洗澡。非亲非故的无声保护，这种感觉竟让人心头这么暖。是又咋样？本来老子可以对你温柔点儿，这都是你逼老子的。找死！这女人是怪物吗？我的手麻了。臭！老子今天要是不把你收拾明白，就跟你姓。跟我姓也是姓周，老娘可以收养你这种垃圾儿子。哼，不是说要收拾我吗？怎么不叫唤了？差不多得了，姑奶奶，我认栽，我服了还不行吗？你说差不多就差不多了。今晚要是我打不过你，下场会是什么？那你还想咋样啊？你对我纯洁的心灵造成了伤害，赔偿5两银子，怎么样？5两？姑奶奶，我就算被你杀了卖肉，也值不了那么多钱啊！我家麦子都没卖，外面还欠着债，真的没钱。我错了，你饶我一次成不？你的意思是不想赔偿？没有精神损失费，你今天别想囫囵个的回去。别打了！周继虎，你特娘的是不是找死？我上次警告过你，再敢对小麦图谋不轨，见你一次打你一次！调戏华丽的人渣，绝不能放过！小麦，你没……你们怎么来了？来的正好。这废物没法把我怎么样，我们再商量赔偿。你们给点建议。这真的是小麦你一个人干的？5两银子，他让我赔5两银子，简直就是打劫！是你自己送上门，让我打劫的。逼我，大不了闹得人尽皆知，我无所谓。你周小妹以后还能不能在村里抬起头？还敢威胁我？看你是没被打够！小麦，他拿不出5两，而且这事儿闹大了，对你名声影响一定比他大。名声这东西，有了更好，没有
我也不能去死啊。不指望名声活着，但能保全是最好的。他马上要卖麦子，要1两银子，他能凑出来。有道理，那行吧，1两就1两。看在青山大哥面子上，1两便宜你了。我顶多能拿出100文，要是不行，你想咋样就咋样。还敢死猪不怕开水烫，看来刚才下手太轻了。梁子，救我！出去说和你一个村，我都嫌丢人。最好拿出1两把事解决，不然你要闹到村长那儿不仅作证，我和梁这些天偷窥的事实，实话实说。我卖了麦子就给。青山、小麦，我先回家了，你们回去早点歇歇。慢走。之前周继虎一直不怀好意，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后来你好像不太想理我，我找不到机会说，只好每晚在附近多转转，防着他。我疏远你，真的是为你好，不想你被人说闲话。青山大哥，谢谢你，我知道。你似乎生我的气了。是在生气。那天晚上我看到你和他站在一起说话，我以为你们是一路人，关系很好。怎么可能？我怎么会和那种人为伍？现在解释清楚就好啦。难道怕拉拉姑叫就不种庄稼啦？咱们是邻居，总不能怕别人闲话，以后就不处了吧？之前是我考虑太多，以后咱们该咋处就咋处。这就对了嘛，我回家睡觉啦。这土结块结得跟石头一样，不过翻一遍，加上这草木灰，绝对是天然的好肥料。等过几天大雨一落，直接撒菜种，连挑水都省了，完美。这天闷热的厉害，凉粉肯定好卖。地里的事安排妥当，豌豆淀粉也晒干了。今天去县里卖凉粉，必须大赚一笔，搞钱才是正道理。妹子，这几天没见你出摊，可把我急坏了。今天打包8份，4份给主家，4份哥几个下酒。好嘞，大哥，以后只要好天我都在。汤料我给您分开装，免得影响口感。古代没有打包盒，黑陶碗便宜，连碗带粉一起卖，既方便了客人，我又不多花成本，绝不放过任何一笔生意。哼。一股子大蒜味儿，辣了那么一点儿，也没啥特殊的嘛。确实算不上特殊，一个人一个口味，有的人吃了觉得喜欢罢了。张大嫂，馄饨里加点猪油和虾皮会更好吃，少加一点也行。一碗馄饨赚不了几个钱，我赔本赚吆喝，你才摆摊几天，对我的买卖指手画脚。既然合不来，以后各做各的生意。他爹，你看那吃粉的像不像托？要不就是瞧上周小麦那狐妹子长相了。别瞎咧咧，我刚尝了一口，确实好吃。你就是看人家生意好眼红，可不能这么做人。冰凉丝滑，吃一次就忘不掉。他去出摊了？去了，按公子吩咐，我又找了几个伙计去照顾他生物，夫人也直夸好吃呢。口感不错，想来不愁卖了，照顾几天就不用去了。人多眼杂，顶不住就有人逃单偷碗。以后必须先收钱后给粉，押金连碗一起付，退碗退钱，绝不给这些贪小便宜的留漏洞。摆摊2天，赚的钱付投进了装备和原料里，但有了这满满1车豌豆，只要存够淀粉，我的粮匪帝国才刚刚开始。哎，看，被韩家休了的那个扫把星回来了。哟，推着那么大一车东西，他一个弃妇哪来的钱？指不定干了啥见不得人的勾当。你眼睛瞎了？没看到老子坐在这儿？真正瞎的是你吧？
没看到我推着这么重的东西。我刚从县里回来，热得满身汗，着急回家。你咋买这么多粮食？哪来的钱？这么多得有义镇吧？钱是借的，我在县里做点小买卖，混口饭吃。怎么，你要帮我还钱？我咋生了你这么个忤逆不孝的东西？不说孝敬我，还想让我给你还钱？妇道人家借钱抛头露面，丢尽了老周家的脸。别人家的爹也没3番2次要卖金闺女，咱爷俩半斤8两，谁也别说谁，各过各的日子。我还不是都……我还不都是为了你好？爹，鬼话说多了，你是不是自己都信了？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老子？那得取决于你眼里有没有我这个闺女。畜生！你敢对老子动手？对你动手怎么了？我早想这么干了。你个只敢打老婆孩子的窝囊废，少在我面前吆五喝六！和老子动手，你要吃罪的！不嫁无家可以，拿5两银子来！去告啊！看看青天大老爷是惩治你这个只会打媳妇卖闺女窝囊废，还是惩治我这个受害者？想要5两银子，我就是不给。你有招吗？好样的！老子就当白生了你，以后你没我这个爹！记住你的话，少做梦拿我换聘金。下次再想动手，先掂量掂量你挨不挨得住我这一脚。这死丫头的一脚，我竟然真的打不过她！奇了怪，今天上游的鱼虾全往下游窜，小麦，快回家拿个盆来抓。平时怎么没看到溪水里有这么多鱼虾？最近一天比一天热，或许鱼虾感觉到闷，浮出水面被溪流带下来了。你这么说还真对，小麦，我家鸡泉边上有个网兜，你去拿来用。谢谢乔婶儿，我这就去拿。在末世打丧尸，我1打10，怎么这白条鱼跟会瞬移似的？难不成这抓鱼还是个高深的技术活？小麦，你身后有条鱼，快，左边，哪儿呢？在哪儿呢？小麦，你等看到鱼了再下网，一定要快。鱼根本不等我看到就跑了。青山收获不错啊。猎了只鹿和兔子。白条游得快，看见动静要降到最小，快接触水面，再迅速一浪。给。青山大哥，你神了！我捕那么多，咋没听你夸我神？你捕那么多又不给我。溪水里的石头滑，你别跑，当心摔了。青山大哥，你多抓点儿，晚上我用虾做面给你吃，再炸点香喷喷的小鱼干。好。这会儿去县里都没人了，等明天鱼虾就臭了，只能自家拿回去煮熟晒干慢慢吃。那么多鲜活鱼虾，不卖了换钱真是可惜。小麦，你脑子好使，不如给婶子出个主意。青山大哥，你是怎么让猎物到第2天也不变味的？送去县里的大酒楼，他们有地窖。那能不能让酒楼把乔婶家的鱼虾也一起收了？这可是阳清湖独有的珍贵野味。要真能收，我今天抓的能卖不少钱呢。青山，带我去试试吧。行，趁着这会儿多抓点，一会儿用小麦家的手推车去县里。就使劲吹嘘，这是阳清湖独有的野味，肯定能成。你们早点回来，我和乔婶儿做好香喷喷的饭菜，等你们回来一起吃。这画面像极了妻子在催促要外出的丈夫。女子光着脚不好，回去记得把鞋子穿上。古人想的可真多，露个脚就像不守妇道似的。
行行行，赶紧走吧，不然回来都半夜了，看谁还等你们吃饭。知道了。一个美娶，一个被休，一个顶天立地，一个聪明能干，这两个人简直就是天生一对呀！小麦，你和面为啥要加盐和鸡蛋？这不是浪费吗？自己吃的东西怎么能说浪费？加盐和鸡蛋，面会劲道一些。青山大哥饭量大，2个面团管够。白条鱼炸到外酥里嫩，一半红烧一半椒盐，完美。娘，我们回来了。梁子，鱼虾有没有卖掉？卖了，鱼2文1斤，虾16斤，一共卖了236文。200多文，感谢老天爷赏饭吃啊！酒楼本来嫌鱼虾小不想要，得亏青山帮我说了一箩筐好话。我吃了乔婶家那么多饭，一点小忙不算啥。来回跑肯定累了吧？快去洗漱换身干爽衣服，面条马上就好。小白虾煮面我也不是没吃过，这么好吃的还是头一回，酒楼里的面都没这好吃。可不是，里面加了鸡蛋和盐，看看这面多劲道。好吃你们就多吃点，我还留了半碗虾油，一会儿全给煮了。你要是开酒楼，生意一定会很好。我才不开，大夏天在后厨不得热中暑，而且都没时间摆烂了。在县里开酒楼得多少钱？这两人真是一个敢说，一个敢接。周继虎不敢来了，青山大哥后半夜还要进山，以后不用守着。就怕有旁人想来西边。没事，天热我也没那么快睡着。你睡觉时间这么短，白天打猎不会犯困吗？犯困也能找个地方眯一会儿，在山里睡觉可比家里凉快多了。你们这里没有冰箱，无法保鲜，夏天确实很麻烦。冰箱是什么？你可以理解为像冰窖一样的东西。冰窖，县里的富户都不见得有几家能用得上，可能是在韩家看到的吧。真见不得我们家好，梁子才卖几次鱼虾，这群人一大早就跑来抢饭吃。等青山回来，我得跟他说，绝不能给别人介绍酒楼。溪流是村里的，乡下人谁不想赚点钱贴补家用？跟风才是常态。这么大的雨，今天去不成县里卖凉粉了。不过，这天气倒是凉爽。赵婶儿，快进屋！这么大的雨，你这干啥去？淋成这样。瞧着不少人抓鱼虾，我也想去，谁知道这雨下的啥也看不见。你爹也是个心狠的，为了讹韩家的钱，硬生生给你逼到了这个份上。赵婶可是村里出了名的大喇叭，正好借她的嘴败坏一下江老太一家的名声。赵婶心善又直肠子，我挺高兴你在我面前不藏着掖着的。大堂哥们为了聘金，非要把吴家那个带俩娃的2婚官夫介绍给我。我前2天碰上我爹，他竟然说……你爹说啥了？他说我要是不嫁，就当没生过我，要和我断绝父女关系。嘿，丧良心的东西！有他这种爹，断绝关系也没啥舍不得，和他断。大伯一家就是拿我和小敏换聘金，在他们眼里，我就是个会走路的聘金。你大伯一家就是个黑心肝。你现在再惨，也比在娘家好，在那儿你一天都别想安生。也就只能和赵婶说说心里话，说出来，我心里好受多了。鱼小了，赵婶快去抓鱼吧，不然一会儿人多抓不着了。小麦啊，婶子给你打听个事儿，梁子和自山去县里卖鱼虾，卖给哪家酒楼了？能赚多少钱？这我哪清楚，我天天去县里摆摊，累得要死。赵婶不如直接去问乔婶。嗨，乔氏要是愿意说，我还来问你。方才问他好几次，一点风声不透，脸拉得老长。对了，小麦，你天天推着车去县里卖啥呢？就是点小本生意，勉强够吃饭。你才多大点岁数，就把自己当男人用？行吧，我先去抓鱼虾了。耗了一整天就抓了这么1、2斤破鱼虾，还指望卖钱？算了，这么点玩意儿卖不了几个钱，拿回去给家里打打牙子得了。白天人多抢不着，这几个地笼一下去，
明天早上全溪的鱼虾就都是我的了。这么晚了，青山大哥还没回来，他家连灯都没亮。魁山地势险要，下了雨毒潭沼泽更危险。他不会出事了吧？小麦，你这个时候咋不睡觉来我家了？出啥事了？乔婶，青山大哥到现在还没回来，家里也没亮灯，我担心他在山里出事了。我知道青山经常过夜的山洞，我先进山去找。如果明早还没回来，娘你再去找村长。我和你一起进山，你等我一下，我家里有一种胶鞋，穿上可以隔绝泥泞，还不怎么打滑，我回去拿过来你换上。幸好空间里有防滑的现代胶鞋，山路泥泞，没这个绝对不行。再带上雨衣和手电筒备用。小麦，要不你还是回去等吧，这路太难走了。来都来了，别说废话，继续找。管不了那么多了，救人要紧。不要！这不是鬼，这是我在韩家珍宝斋见过的手电筒，比灯笼亮多了，拿来照明用的。乖乖，这玩意儿夜里竟然亮得和白天一样。怎么脚腕越来越痒？难道是对林子里的什么瘴气过敏了？再走小半个时辰就能到第一个山洞了。不管了，先找人。青山，青山大哥，你在里面吗？不像有人来过，继续去找下一个。梁子，他会不会已经回家了？不可能，上山都这么难，他下山更危险，他不可能夜里下山。梁子，快看，那里是不是有火光？没错，是山洞，青山肯定在里面。青山，是你吗？青山！梁子的声音，还有小麦，怎么可能？你们咋来了？青山大哥，你没事就好。晚上不见你回来，担心今天雨太大，你在山里出啥事，就和小麦来找你了。雨下了一整天，被困住了。走，先进洞避雨。啥东西这么亮？手电筒，小麦从韩家带出来的。要不是这玩意儿，我们可找不到你。韩家，忘恩负义的畜生，绝情的把小麦休回娘家，简直该死！被火一烤，怎么腿上越来越麻痒了？裂开了，这是整个人不太好的意思。别动，我给你把马红捏下来。不行，我忍不住。这玩意儿比被开膛破肚的丧尸还让我觉得恶心。山麻火又细又长，吸得太紧，要是有盐撒上去就好了，自己就能掉下来。青山，我帮你抓那条腿的。不用，我一个人可以。一起抓不是快一点吗？梁子，你赶紧帮帮我。两个人抓你站不稳，陶罐里有野鸡汤，梁子你去热一下。青山该不会是瞧上小麦了吧？这么护食，连看都不让看。小虽然被休过，可人不错。要是他俩能好上，终身大事就都解决了。上次看你打周记手那凶悍模样，以为你天不怕地不怕，不曾想却怕这小小蚂蟥。
要不是因为来找你，我就不用面对这么恶心的东西。好，好，好，都是我的错。青山，你真得感谢小麦，今晚要不是他，我们都没发现你没回来。你们这里也没个电话对讲机什么的，进山那么久不回去，谁能放心？电话对讲机是什么？哦，电话对讲机就是……算了，说了你也不知道。对讲机我空间里有的是，在末世没有信号也能用，但拿出来实在没法解释，绝对不能暴露。都捏干净了，等回去了用盐水洗一洗就没事了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我想等天气干爽了再下山。也不是不可以，有我在，不会饿着你。这是啥鞋？像靴子，又比靴子高许多，看起来还很硬。青山，看看我脚上的是啥？你没有吧？你也有？就是普通的胶鞋，不怕踩泥。我之前在县城觉得实用，买了几双。青山大哥，你试试。大小正合适。你买了几双男人穿的鞋子？本来想给周家那些亲戚，哼，后来他们不做人，我不想给了。小麦，这些多少钱？回去我就拿给你。我想给我娘和媳妇儿也买。真不用，一双鞋子而已，谈钱伤感情，送你们了。这野鸡汤太腥了，空间里虽然有调料，但今天拿的东西够多了，再拿非穿帮不可。一会儿我和梁子走在前面开路，你手脚尽量别碰到树枝，这样就不怕蚂蟥钻进袖子里了。好，那我在后面给你们打手电筒照路。他的脸怎么突然这么好看？青山大哥，你举着手干嘛？没什么，把火灭了，我们走吧。咋不走了？是不是哪里不舒服？青山大哥，蛇。好家伙，黑眉锦蛇。蛇好吃吗？不好吃，但这玩意儿值钱。就这么大点的，能卖40、50文。你发现的，到家卖了钱就给你。那我们要是多抓一些回去卖，岂不是发大财了？黑眉锦蛇是多，但也不是想抓就能抓到的，得碰运气。青山小麦，抓蛇卖着钱了，可得算我一份啊！我们3个人平分，一边下山一边四处观察。下雨天蛇肯定不少，行动！娘，我们回来了！谢天谢地，你们都没事儿吧？下山摔了几跤，衣服脏了，没啥大事儿。对不起，乔婶，害你们担心了。肖水生那个老东西说地上泥泞没法进山，还说你命硬死不了，死活不肯来找你。他们都是要进山找我们的。你娘家那边连个人影都没见着。村长，给大家添麻烦了。人没事就好，你有2个好邻居，不然谁知道你被困山里了？以后做事情多考虑考虑后果。行了，看看你们3个弄得一身脏兮兮，赶紧去洗洗，我们就回去了。青山，你那麻袋里装的啥？看着沉甸甸的。娘，是我们3个抓的蛇。青山说能卖不少钱，到时候我们平分。实在困得不行，总算是回来了，浑身黏糊糊的，睡醒再洗吧。青山大哥，你在干什么呢？下午我和梁子去县里卖蛇，顺便买了桐油。看你喜欢在院里吃饭，刷一刷防腐朽。你们下午去县里了，一整天都没睡觉吗？睡了一上午，蛇一共卖了630文，一人210文，这是你的。竟然卖了这么多钱，可惜没抓到大的。早上到现在我还没有吃过饭。行，我做饭去。你想吃2尾不？等着吧。我家里有板材，明天给你打家具，顺便给你打张床。你就看吧，我家里什么都缺，屋里空荡荡的，床还是几块木板。包在我身上。小麦，你咋会出现在这里卖吃食？你该不会被韩家休了吧？韩家还需要你出来抛头露面赚这点小钱？你该不会被休了吧？你起开，别挡着我做生意。这点小钱你也看得上，真是丢人现眼。
小麦，你成过亲啊？这么小就对在啥休出门了？因为点啥？该不会是不检点吧？妇道人家就该安分，抛头露面那是老爷们的事儿。好个老钱婆，我不去惹你，你倒自己送上门来找死。你不去茶楼说书委是可惜，啥也不知道，张口就胡说八道。你不说我咋知道？不是不检点那是为啥？我因为啥被休和你有关吗？你方才说抛头露面是男人的事儿，张大嫂你下面带把咋地？干啥你这是？人家的事情你叨叨个啥？显着你了？老不要脸的，怪不得你总护着这个小贱蹄子，感情你知道他是个欺负，和他勾搭上了是吧？你能不能别发疯，让不让看笑话？周小麦，你敢跟我叫板，今天我非得让你摊位摆不下去！想砸我的摊子，找死！想掀我的摊子，我掀了你！周小麦，老娘和你拼了！你断我财路，我杀了你！那不是你堂妹吗？咱们就站着不管？哼，以前温顺的像羊，现在成母老虎了。刚才对我还爱答不理的，哼，让他吃点亏，长长记性也好。我给你脸，你不要脸！哎呦，我的头发！我让你造谣，让你嘴贱，让你面一套就背一套！救命啊！别打了！小麦，你张大嫂千不对万不对，你也不能动手这么打呀！曹大哥，你管不好媳妇儿，我替你管，站一边去，别溅你一身血！大家伙别看笑话了，赶紧过来帮帮忙，我实在是拉不动他。你简直无法无天，先砸我摊位，还敢打人！我要去官府告你！你告到哪儿我也不怕，你自己嘴欠损我名声，我打你又怎么的？感情是你打不过我，要是你能打得过，今天就是我的摊位被砸，我被你打。行，你就等着挨板子吧！砸坏我家的摊位，你也得赔钱！哎呀，你别闹了，跟官下打交道能有好事吗？快回来！我周小麦的确是被夫家休了，但我堂堂正正，没做过一件出格事。我在这里摆摊，只想讨口饭吃。如果谁觉得我好欺负，坏我生意，砸我饭碗，那我拳头也不会惯着他。不信，大可都来试试。小麦，给我们哥几个每人来1碗凉粉，赶紧的。15文，我这里先付钱再吃东西。你想钱想疯了吧？我们是一家人，吃你碗凉粉还要钱？一家人？今天别人挑事的时候，你这个一家人帮忙说过一句话吗？你不说我还没想起来，韩家把你休了，一定给了不少好处费吧？正好我最近手头紧，快拿点出来让我周转周转。想要钱找你爹妈去，我已分家，以后是死是活你们管不着。我看你是掉钱眼里了，不做是吧？老子自己来，抢一个试试，看我捅不捅死你！跟外人耍耍威风就算了，还敢跟我耍威风？我看你是皮痒了！来！我看皮痒的是你。祭祖好歹是你堂哥，你咋下这么重的手？赶紧撒开，不然别怪我们不客气。少给我在这里耍无赖，滚不滚？别！道歉无言，有话好说。以前你在家里那么温顺，都是装的吧？早知道你这德行，阿婆打你时我就不该帮你说好话。见过不要脸的，没见过你这么不要脸的。你哪次不是偷吃偷拿怕挨骂，全赖在我身上。周小麦，你好样的！你给我等着！张大嫂，你怎么没把衙役带来？我还在这儿等着抓我去打盘子呢。小麦，今天是你张大嫂不对，她糊涂了，你别和她计较。你们没去衙门，没有去衙门，到现在才回来。去是去了，但是大家低头不见抬头见，和气生财的好。我带她去医馆看了看伤。衙门我们进不去，碰见韩员外府上的管家了，被衙役骂了出来。管家放话了，韩家大公子关照过，
谁都不能在菜市场找你的麻烦，不然就让他在黑风县活不下去。韩家大公子，原主那杰夫，他为什么要暗中保护我？曹大哥，我本想和你们好好相处，却一直忍受冷嘲热讽。以后咱们生意各做各的，互不招惹。小麦，你放心，以后他再撩拨你，我第一个不让。老好人一个，要真能管住媳妇儿，也不会有今天这出了。小麦，你今天咋这么晚？青山大哥，你来卖猎物吗？梁子呢？他怎么没来？今天没收获，看你下午没回家，想着来迎迎你，不知不觉迎到县里了。迎我迎到县城里来，有你这么迎人的吗？今天出啥事了？怎么耽搁到现在？没啥大事，中午被极品亲戚和隔壁摊位的找茬打了一架。以后谁欺负你，你回去告诉我。告诉你来打张大嫂。我总是不好和妇人动手，但是打周继卢可以。你不怕得罪我娘家？如果有一天我和你们姓萧的打起来呢？帮你。唐卿嫌贫爱富，早就不来往了。我只会选真心相待的人。和你开玩笑呢，不管是周继租还是张大嫂，谁也不是我的对手。让他们放牌马过来好了。来晚了，肉已经卖完了。冯叔，这些猪皮怎么卖？5文钱1斤，你要的话就收你4文。夜里卖不着也是拿去倒了。冯叔，你把这些猪皮全给我称了吧。吃不完坏了可惜，少买一点吧，小麦。我要猪皮有用，明天带去摊子上试试。冯叔，称吧。8斤半，34文。小麦，你给30文就成，当叔送你1斤。您已经少收了1文钱，怎么还能再送？34文，您数数。敞亮，吃好了你再来。不用自己走路，还有个超级有安全感的免费保镖，这日子越来越有盼头了。爹娘，我回来了。祭祖，你咋这个时候回来了？今天没干活啊？娘，你去把阿婆叫回来，我有天大的事儿和她说。你干活的工钱呢？县里啥不要花钱，1天10文钱，不管吃住，我连饭都吃不饱，哪能存下钱？没活就在家里歇歇，正好天热。阿婆，我今天在菜市场碰见周小麦了，你知道他在县里支了个摊位不？呸！别提那个晦气玩意儿，提了我就心口堵得慌。阿婆，你想想，他一份凉粉卖5文，一天能卖60、70份，每天最少能赚200-300文。啥？每天赚200-300文？季总，你可别唬我！一天200-300文？那咱家不得顿顿有肉吃？这挨千刀的小蹄子，赚这么多钱也不说送回来，怪不得敢和我叫板，活该千刀万剐！娘，您是长辈，亲自去给他低个头，他赶不下这个台阶。罢了，为了把这摇钱树弄回来，我就舍下这张老脸，亲自去给他赔个礼。娘，这小蹄子还没回来，门锁着呢。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，咱就在这守着。哟，江婶、卢氏，你们俩咋来了？孙女儿一个人住，我不放心，消了气儿，总归是要接她回家的。江婶也是心肠硬，小麦刚搬齐时，这破房子耗子都不进，多困难啊！那时候怎么不见你们送哪怕一口吃的？现在都装起好人了。娘哪能不心疼小麦？实在是小麦做得太过分，还对娘动手，娘也是被气狠了。只要他道个歉，娘这长辈都亲自来低头了。哎，
婉儿就是不懂长辈的苦心。苦心？小麦是啥样的人？这段时间我心里清楚得很。那一会儿小麦回来，乔氏你帮忙在里头说道说道，村里有哪个闺女名声比她再坏的？家里人总归不会害她，最后还是要依仗家里。小麦回去了以后，你们还把他当成换钱的工具？他吃尽苦头，我可不敢拖着缺德的嘴帮你们劝。乔氏，你说的啥话？我之前是想给他找个好归宿，咋到你嘴里好像我多恶毒似的？江婶儿别往心里去，我说话直。你突然来接小麦，是不是又安排了啥婚事？这次聘金不少吧？不然你咋可能放下身段亲自上门呢？乔氏，你误会了，小麦不想嫁人，我们就想一家人和和气气的。乔氏，小麦一般啥时候回来？连这个你们都不知道？你准备做饭了吧？快回去忙吧，我们在这儿等。哦，他啥时候回来不确定，你们慢慢等吧。呸！克死男人的丧门星，活该守寡大半辈子。娘，快看，小麦回来了！哎呦，小麦，你咋和青山一起回来呢？青山大哥，把手推车给我，你先回去吧，一会儿来我家吃饭。你知不知道你和一个光棍走太近是要被人说闲话的？我让谁来吃饭和大伯娘有关系吗？吃大伯娘家的米了？没有的事儿谁敢说闲话？我大嘴巴子抽他！你这娃儿瞎说啥呢？之前有误会，大伯娘是特地来找你赔礼的。大伯娘，你是不是手上涂了毒，想悄无声息弄死我？周祭祖回来了，傍晚才到家，你收拾东西，我们一起帮你搬。我还当太阳打西边出来了。感情是他告诉你们我在摆摊能赚钱了吧？是不是觉得我有赚钱的本事，嫁不嫁人换聘金也无所谓了？之前我们确实有不对，但你也对我动手了。以后只要你别那么乖张，我还会继续疼爱你。阿婆说的疼爱，就是家里吃饭，唯独我娘和我们姊妹三个要端着碗站着吃，还是不管吃什么，我们碗里永远只有米汤，连米都不敢盛，不然就是一顿毒打。你以前多乖巧，可不能落下个忤逆不孝的坏名声。大房压榨三房，连我的聘金都占为己有，你们都不怕名声难听，要我考虑名声？你们这所谓的赔礼道歉是施舍吗？我住在村东，清静得很，缺心眼才跟你们回去遭内罪。小软硬都不吃，我真是给他脸了。强硬绑回去也没用，他不愿意为家里赚钱咋办？娘，咱们得回去好好合计合计，能不吵就不吵，必须让他乖乖把钱交出来。户籍没迁出来，我就还是江家人，这始终是个隐患。他们盯上了我能赚钱，幺蛾子绝对不会断，只有彻底买房落户，才能让他们再也无法拿捏我。村长在家没？小茂吃饭没？来家里吃点。我吃过了，来找村长问点事情。段婶，你们先吃，我一会儿再来。啥事儿？你说。我来是想问问，你家那处主宅卖不卖？卖房子？那主宅我们只是借给他暂住，想着他早晚要回娘家。她一个刚被休的丫头，哪来的钱买房？你想买宅基地？不是说女子没有自己的宅基地就不能落户吗？村长家的主宅地段我挺喜欢的。小麦，你还年轻，不知道女子在世上讨生活多难，而且咱们老周家没有女子开户的先例。村长也觉得我丢人现眼吗？我没那个意思，我知道你在娘家受了委屈，只是你和娘家不能真正分割的呀。小麦，你再忍耐忍耐，等挑个好婆家就好了。一个女人和娘家闹得太激，以后要被人戳脊梁骨的。村长，段婶，你们的好意我心领了，我已经下了决定，以后怎么样不知道，但我一定不会后悔今天的选择。你真打定了主意，我劝也没用，我一会儿去找叔公们商量。周家村要是不肯留我，那我会去外村买。总之我一定要有自己的家。就算族里同意，宅几地可不便宜，主宅2亩地加上6间屋，怎么也得26两银子。行。只要买下房子单单立户，江家那些吸血鬼就再也别想拿捏我。明天这猪皮冻绝对能大卖。你放心拿去了，我过来的时候你家没人。去找村长问问他家主宅卖不卖。你想要买房？
下午周继直回村，告诉阿婆我摆摊能赚钱，晚上他们就找过来了。我要把户籍迁出来，自己做户主，和娘家彻底分割，他们谁都别想再拿捏我。钱够吗？不够的话，我这里有点，可以先给你用。你怎么不劝我回娘家去？20多两，你敢二话不说借我？不用跟我客气，我一个人花不了多少钱，不着急让你还。买房的钱我有，还以为你这样的人有点钱都会被家里头榨干，没想到你连我买房都有钱借。家里人靠不住，总归要为自己多考虑。在小麦的心里，我是什么样的人？想听真话？当然。上了年纪的人，我是要比你年纪大一些，但还不到上了年纪的程度吧？你年纪是不大，可是看着显大。村里20大多岁的人，谁像你似的留这么长络腮胡？Q 弹爽滑，色泽莹亮，真不错。这口感一点也不比末世做的差，还没腥臊味。一会儿切块放盆里，得一直用凉水镇着，不然去镇上卖的时候化了，可就全白干了。小麦，忙着呢。村长，您怎么这么早就来了？是不是落户的事情叔公们同意了？为了你这事儿，昨晚商议到了后半夜，组里网开一面，同意你单开户了。太好了，那村长，您家这个主宅打算卖给我不？卖给你，我想送孙子去书院，正缺钱。这是主宅的地契，2亩地6间屋，有官府红契，你找识字的人看看。不用找别人，这字儿我认识，地契没问题。一共26两，5个5两的，1个1两的碎银。村长您点点。你是个爽快的娃。村长，还得请您帮个忙。对外您只说我买这宅子是打的欠条，没给钱行不？我怕娘家那边我有钱来作妖。我心里有数了，绝不外传。村长，您直接去县里官府门口等，我推车随后就到。好嘞，官府门口照面。我方才瞧见村长走了，房子的事情有着落了吗？我的天，你是青山大哥？看不出来啊，青山大哥，你刮了胡子这么帅，简直是个型男。这样看起来有没有像年轻人？你本来就是年轻人，精神多了，帅气。青山大哥去田里帮忙了，我也得抓紧时间办完正事，赶紧去摆摊赚钱。村长，我来了，没让您久等吧？农忙时节人不多，咱们这就进去办。盖上红契，户籍迁出，终于，在这陌生的异世界，我也有自己的不动产了。末世姐妹们没日没夜打丧尸，就为了有个家。如今，我周小买，终于有了立身之地。凉粉，好吃的凉粉，猪皮冻，今天新做的猪皮冻。大哥，您尝尝咱们家新做的猪皮冻，不要钱，好吃的话帮忙宣传宣传。这口感跟凉粉差不多，还有肉味儿，可以当菜吃。咋卖的？老板娘，这猪皮冻看着新鲜，咋卖的？8文钱一碗，里面加了好多大料呢。啥？8文？猪皮才4、5文钱一斤，你这一碗能有2两猪皮，太贵了，算了算了。大家觉得口感像凉粉，又觉得猪皮不值钱，卖8文钱，大家根本不买账。成本在这摆着，便宜是不可能便宜的。有了，同样的东西，换个高大上的包装和名字，这不就是末世黑商最常用的套路吗？凉粉卖凉粉，水晶冻，好吃的水晶冻，饭桌上必备的下酒菜，水晶冻。哎，小娘子，凉粉我吃过，你这水晶冻是个啥稀罕玩意儿？大嫂您瞧，大嫂您先尝尝，好吃就买，不好吃不要钱。弹弹的，还有点梗啾啾，肉香味十足，这味道真不错。这水晶冻咋卖的？8文钱一碗，差不多1斤重，直接上桌就是道硬气的肉菜，是有吃肉的口感，值这个价。给我来一份，带回去下酒。好嘞，大嫂您拿好，吃得好，下次再来。果然，改个叫法，大家根本不会细究这是用廉价猪皮做的。营销就是一门心理学。大哥，你尝尝咱们家新做的水晶冻，尝好了再买，这在咱们县城绝对是独一份。哟，这口感真不错，冰凉爽滑，给我来2份。另外凉粉来5份。好嘞，大哥，你主家每天都吃凉粉，不会腻吗？大概不会腻，大户人家桌上菜式多，有的菜主子碰都不碰一下，不是赏给下人就是直接倒掉。真是作孽，浪费粮食遭雷劈。啥？周娘子你说啥？我说你主家太有钱了。小麦，你咋这么晚才回来？一个女子走夜路多不安全。若我对娘笑脸相迎，
姜老太只会逼她想尽办法让我回娘家。大姐姐，盆里有啥呀？赶紧吃，不然回家你们一口都吃不上。周小麦，你别在这里跟我阴不阴阳不阳的，家里还没有到要抢你一口吃的地步。爹这么说我就放心了，做人嘛就是得有骨气，算计小辈一口吃的算怎么回事？他爹，你就不能好好说话？就他这个德行，要我咋好好说话？那你过来干什么？自己堵得慌，我也堵得慌。你也少说两句，非得见面就吵吵嚷嚷的，不愧是妇女，都是倔驴的脾气。小麦，你气差不多该消了，今天全家都过来请你，这面子还不够大？不好意思，我已经不算你们家人，我的户籍已经迁出来。你连个宅子都没有，能迁哪儿去？少磨蹭！我和你堂哥这就把你东西收拾收拾回家。没有我的允许，谁敢动我的东西试试？你别再犯倔，听娘的话，顺着这个台阶下了，继续闹下去对你没好处。不信你们去问村长，上午他陪我去官府过的红契，他把老宅卖给我，我单开了一户。你哪儿来的这么多钱买房？我的确没钱，给村长打了欠条，他家主宅空着也是空着，不如赊账卖给我。这个宅几地加房子最少得20多两吧？村长咋可能赊你这么多钱？村长看我一个没爹没娘，家里人全死绝了的孤儿可怜，特地通融。周小麦，你别给脸不要脸，骂谁死绝了？我嘴皮子再溜，也吵不过你们这么多人。咱们直接说正事。拿来我看看。周小麦，你是不是疯了？这种事情都做得出来，你让我们以后咋在村里见人？你们又不是什么讲究人家，毕竟你们名声差不是一天两天，怎么现在才不敢见人？好歹家里把你养这么大，早知道你是这么个无情无义的畜生，当年娄氏生下你，我就该把你按在粪坑里呕死。从你们不顾我的死活，逼我嫁给病痨子，我的养育之恩就已经还清了。你们拿捏我惯了，现在我脱离了掌控，你们就开始震惊、愤怒、扭曲。不管咋样，你都不能把户籍迁出去。买房这么大的事，更不该自己做主。买房你们掏钱了吗？我为什么要和你们商量？阿婆，你为啥要把户籍给他？我那会儿只是吓唬吓唬他，谁知道这小蹄子当真了。是你们一而再再而三说断绝关系，唾沫是个钉，不少人都能作证。阿婆，你为啥又打我娘？她干啥了？丧门星，她迁户籍的事儿，你是不是故意瞒着，让我们没招？娘，你可冤死我了！小麦要是提前告诉我，我不可能同意的。即便今天要干架，也绝对不是为了替你出气。还敢狡辩？你们是母女，这么大的事儿，她咋可能不告诉你？阿婆别打了，大姐姐主意大，你为难我娘也没用啊！一边待着去！阿婆，你打我好了，我不怕疼。一个个的都想翻了天。不用在我面前故意打我娘和妹妹，演苦肉计给谁看呢？换做你们，会回到这个只会奴役你、动不动就打骂、随时卖掉你的家里来？养了你这么多年，一点不知道感恩，你的良心都被狗吃了。你连个男人都算不上。你再给我说一遍！我说你不算个男人，打我娘，打我们姊妹三个，你多威风啊！对外你敢打谁？为人夫，为人父，你从未让妻女吃过一顿饱饭。大爹，你咋了？你这种缺德丧良心的，真能活到寿终正寝？是不是要我像你一样被休了，你才高兴？我教你要孝顺，你学到狗肚子里去了。如果我已经死在韩家了，你会怎么想？怎么做？回答我！没有如果，因为你的事情，全家被人戳脊梁骨。周小麦，你对得起我吗？我对不起你，
为了你，我被卖去给病老鬼冲洗。周翔不配当爹，你也不配当娘。你可以不要尊严，但我要。小麦，你到底咋了？你是不是被啥脏东西上身了？你只是在回避自己的懦弱。你这种软弱无能的帮凶，才是最恶毒的那个人。不用和这个蹄子浪费口舌。祥子，祭业祭足，把他给我绑回去。卢氏，找东西把锁吊开，值钱的全带走。好，我这里又是绑又是要撬锁，就不怕我找村长？我明天就找村长把借条要回来，凭啥一声不吭给你迁户籍？今天你要是还敢胆大包天，看我不打死你！二叔，我先帮你给他点教训。大哥，你和二叔一起上，他现在力气大的能打死头牛。季业，你还卖啥呆？给我狠狠教训这个小周小麦，季业可没说过你一句，你咋能上来就打人？别废话，你们一起上吧。正好我很久没痛痛快快施展拳脚了。跟他拼了！娘，小麦家好像打起来了，我们要不要过去看看？那一大家子都过来了，打起来小麦肯定要吃大亏，还是过去看看吧。周小麦，你这个天杀的货，把一家子人往死里打，你不得好死啊！梁子，小麦还懂拳脚功夫？不知道，我看他丝毫不落下风，没吃亏。乔氏梁子，赶紧过来帮忙拉架！这小疯了，六亲不认。江婶儿，咋回事啊？你们又咋惹到小麦了？这娃平时性格挺好，跟我做邻居一次没红过脸啊。先不说别的，梁子，赶紧帮忙拉开，再打要出人命了！小麦，差不多得了，真打出毛病来也麻烦。以后再来我家胡搅蛮缠，就是今天的下场。你家的破事我不感兴趣，我杀事也和你们没关系。最后一次通知你们，你以为把我们打一顿就算了？那再打一顿。江婶儿，到底咋回事啊？小麦不可能好端端打你们不是？这小不一声不吭买了老宅，迁了户籍，以后村里人咋看我们家？江婶儿，迁户籍总得拿家里的户去官府吧？难道他是偷来的？我被修回来第一天，阿婆就把户籍还我，断绝了关系。很多人能作证。我没真想赶他走，气头上的话咋能当真？我生怕和你们剪不断，也恶心你们像群绿头蝇，盯着我嗡嗡叫，什么都想得到。闹到这份上，以后咋处？要我说，你们不走动挺好的，得少吵多少架。如果周小麦是你家闺女，你还能说出这些不痛不痒的话？我要是有个闺女，也不可能像你们对小麦那样，血缘骨血，谁舍得糟践？没必要再讲理，直接把人丢出去，简单省事。周小麦，你还想打咋的？浪费口水没用，来点实际的，我送你们滚蛋！快走，别让他再扔一下！你们不是去接小麦回来，和谁打起来了？这是！快别提了！还有心情说笑？全家打不过一个周小麦，亏你说得出来！这种事我骗爹干啥？不信你问阿婆和娘。周小麦以前在娘家唯唯诺诺都是装出来的，我们都小看他了。我倒是要看看他多大的本事！连亲爹都下死手，你过去他能惯着你？别再送上门讨打了！大哥，你别去了，以后就当他死了。三叔别说气话，真断绝关系，今天这顿打不是白挨了？能咋办？咱们现在拿那逆女有一点法子。
咱们自己学会做凉粉的手艺，出去摆摊，他回不回来也无所谓了。你觉得他能心甘情愿教你？都决裂了，他当然不肯教。那你说这些没用的屁话干啥？娘，周小麦不愿意教，咱们可以派个人去学呀。大姐姐，你回来了。阿婆要我来偷学手艺，也想去县里摆摊赚钱。所以你就来了？我不答应会挨打，但我不会背叛你。回去我什么都不说。什么都不说还是得挨打。以后他们问你，只说我让你做了什么，别说我做了什么。真的没事？听我的就没事。昨晚阿婆为难你们没？他们被你打狠了，光顾着挨油叫唤，没时间拿我们撒气。中午吃饭没？阿婆说只要我过来，大姐姐肯定不能看着我饿肚子。娘家那群人也就这点算计了，上不了台面。帮我炒米锦菜去，今天买了排骨。大姐姐，你每天都能吃这么多好吃的吗？每天县里来回摆摊，不吃饱没力气干活。去岸边洗，不要下水。知道了。要是知道有一天会穿越，高低得在空间里放几台空调和电风扇，千金难买早知道啊。小麦，吃饭没？还没。小东去洗菜了。我瞧见小东来了，是不是江婶不死心，让他来当说客？他们是想让小东来偷学手艺，好自己去县里摆摊儿。婶子多管闲事，插句嘴，你娘家那群人实在不像话。疼爱姊妹可以，但不能丢了自己唯一的生计呀。乔婶放心，我对小东有把握。再说了，凉粉只有夏天好卖，冬天我还会做别的生意。小麦，你要是有啥赚钱的门道，能不能带带婶子？梁子要成亲，家里积蓄没了，婶子心里愁啊。要是为难，就当婶子啥也没说。我只是在想，干点啥能带着婶子一起。不管赚多赚少，只要能赚点就行。一时半会儿我想不出来，等想到了，我告诉你。你能应下，婶子已经很高兴了。那你忙，婶子先回去了。大姐姐，你在想啥？在想排骨有没有脱骨，你要不要尝一块？要。当心烫。脱骨是啥意思啊？熟肯定是熟了，能吃。没脱骨，光是熟了可没那么好吃。你知道没脱骨还让我尝？我不是看你到现在还没吃饭，先让你垫吧垫吧吗？怎么哭了？我做的排骨有那么难吃？大姐姐是这个世界上对我最好的人。一块排骨就哭了，这样可不好，长大了容易被渣男骗走。大姐姐忙，我得多干点活。大姐姐，天快黑了，我回家去了。不着急，晚饭做好了，吃完再回去。不是只有我和大姐姐吗？为啥拿3个碗呀？小麦，你家晚上做饭了吗？饭肯定够，不过今天没什么好吃的。我不挑，有的吃就行。快去洗手。你都过去帮忙插秧了，那边连顿饭都不管，别告诉我你中午也没吃。我爹给带着一块饼，那边的饭不容易吃。一块饼怎么干一天的活？要说明天别去了。傍晚我发现地头河里不少田螺，摸了不少，放在门边了。田螺，明天晚上早点回来，请你吃好吃的。啥好吃的？螺蛳粉。和你解释不清楚，反正早点回来就是。大姐姐，我也要吃。我来吧，你歇一会儿。田螺挺肥啊。现在正是吃田螺的时候，也就是这玩意儿腥，不然早被人摸光了。你们吃着腥，那是因为没有胡椒粉和高度白酒。谁会把胡椒粉放在田螺里？那可是黑色黄金。高度白酒又是啥？米酒？你想喝高度白酒吗？我没喝过。不知道你说的是啥？等着。喏，
你尝尝。这是铁，外面一层是啥皮？光是包装也不便宜吧？是不锈钢，你可以理解为一种不会生锈的材质，拿出去卖不见得值钱，因为没人认识它。我都不敢这么喝，你第一次就敢直接对瓶吹啊？高度白酒，意思就是劲儿大的酒。意思差不多吧，吃点萝卜干缓缓。有筷子吗？别矫情。你丫故意的吧？故意啥？自己吃。这瓶酒送给我了吗？拿去拿去。小东，今天都学到啥了？快给我们说说。大姐姐下午教我剥蒜了，还教了做饭。没用的东西！我是让你去学手艺，不是让你给她做家务。阿婆，让她明天早上就过去，看看周小麦都带了些啥去县里。干了一下午活，要是连顿晚饭都不给吃，也太不是东西。我在大姐姐家吃过了，吃的冬瓜。在家里我都不能上桌，大姐姐让我吃冬瓜，我很感激她。听听，在家里吃多少年都不知足，别人一点小恩小惠小惠就感激上了。三弟妹，你家小东可得管管，将来不得和周小麦一个德行，不懂感恩。小东挺懂事的，将来肯定顾。大嫂说你两句咋了？我看你现在也不服管教，是不是这几天没收拾你，贱皮子痒了？你不要动不动和他们顶嘴，不然免不得要受皮肉之苦。哎呀，倒多了，这得做多少米粉？我聪明着呢，只是我怕迟迟学不到手艺，他们不让我再来大姐姐家。大姐姐，我想留在你这里，一点不想回家。放心吧，就算你交不了斋，我也有办法把你留下来。真的吗？不相信我的本事？我相信，等我长大了，也要像大姐姐一样，他们再欺负我们，我就打他们。在这个世界，再怎么讨好也不如实力强硬，女子彪悍一点没什么不好。只要你愿意学，大姐姐的本领倾囊相授给你。大姐姐最好了，我最喜欢大姐姐。好了好了，我早上忙得很，去把簸箕里的大蒜用石臼捣成碎末。大姐姐，你泡这么多米干啥？做一种你没吃过的美食，不过米有点倒多了。如果有条件，我当然愿意分张好床，但只有一张新床，那必须先紧着我自己。小东，你进来看看我给你铺的床。不喜欢吗？家具不着急，我慢慢给你补。我很喜欢，我只是第一次住人该住的屋子，忍不住想哭。唉，这孩子太苦了。你看看这席子喜不喜欢？还有被子，夏天盖肚子不热。好凉，还滑滑的，这是啥席子？竹子做的凉席，经过加工的。大姐姐，我做饭很快的，你吃了再走。来不及了，家里交给你。簸箕里的东西千万看好，不管谁来都不能碰，不能进一点灰尘。大姐姐放心，我肯定看好。继虎，周继虎，在家没？这小子是不是昨天又喝多睡死过去了？这味道不是死肉，是尸臭。不知道死因是啥，不好就这么埋了。我提议上报官府。那就按村长说的报官处理，我马上去县里。都出去，都出去，别在院子里看，破坏了线索。小麦，快过来，咱们村出大事儿了！赵婶儿，我肚子饿得咕咕叫呢。不耽误说话，你肯定还不知道周继虎死了吧？周继虎死了，他还欠我1两银子呢。村长早上推开门才发现，人最起码死了3、4天，那屋里的味儿，站在院外都能闻见。周围邻居也不知道，他那人嫌狗赠的，个把月不出门，邻居没发现也正常。会不会是喝酒喝死的？仵作检查过，排除了喝大酒醉死。尸体臭了，
得尽快下葬吧。村长商议明天就下葬，不然大热天的不得生蛆了。这就是一个人过日子的下场。苍蝇不靠，蚊子不沾，死家里生蛆都没人知道。唉，那些刻薄尖酸的东西，儿孙不少，偏偏老了万人嫌。久病床前无孝子，不见得比周继虎好多少。赵志，你这张破嘴只桑骂槐说谁？谁往心里去就说谁呗。江婶，你要对号入座，我也没办法。谁嘴贱谁不得好死。以后闺女嫁不出去，儿子娶姚劲儿，断子绝孙。老陈婆，你嘴巴放干净点儿，你咋骂我都行，敢恶毒诅咒娃，我饶不了你。我和周小麦说话关你屁事儿，要你狗拿耗子。阿婆，你可别扯上我，咱们现在没关系。你嘴要是痒痒，往地上蹭一蹭好。听到没？你家做绝世卖孙女，孙女都不稀得理你。你这种老陈婆，不知道以后咋死。对，你不得好死，你全家不得好死。哎呀，行了，都少说两句。太低级恶俗了，赵婶战斗力爆表，输不了一点。大姐姐，你回来啦！我把米饭焖好了，就等你回来一起吃。你自己没吃吗？不是让你自己吃饭吗？我不咋饿。你该不会早上中午都没吃吧？人是铁，饭是钢，哪怕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，不用等我。我知道了，大姐姐，我去给你倒水洗手。吃点垫吧肚子，我把草鱼做了再吃饭。我去把甜瓜洗干净。娘和二姐姐下地干活都吃不上甜瓜，如果我悄悄带回去给他们吃呢？别给我搞事情，你要是问我，我会告诉你不要。觉得有负罪感，大可不必。不管娘和小敏经历了多少苦难，都不是你造成的。面对不公，妥协从来不是唯一的出路。人都有血性，该反抗就得挺起腰板反抗。我记住了。咔！大姐姐，以前你不是最喜欢吃鱼头吗？鱼头里除了那点脑子还有啥？我那是只能吃鱼头。吃，这条鱼5斤多，足够你吃的。这么热的天，大姐姐你点火干啥？把铁盘子烤一烤，以后用不容易生锈。要我帮忙吗？不用，你去把锅碗洗了，夏天招苍蝇。米粉好做，可这酸笋我去哪儿弄？螺蛳粉搭配酸笋才会臭，越臭越好吃，少了这个灵魂配料可不行。去乔婶家问问。乔婶在吗？你家有腌好的酸笋吗？我娘睡了，家里去年做的酸笋早吃完了。那你知道村里谁家有不？我不白要，2文钱1斤买。这春燕嫂子家有不少酸笋，只是我和青山现在不咋好主动找她说话，你可以自己去问问。张婚店。张春燕在背后编排过我，我还去她家买酸刺，我干不出这事儿。奇怪，下午怎么一个闲聊的妇人都没有？都去周继虎家看热闹了。小麦，你站在太阳地下也不嫌热。五嫂，我来问问谁家有酸笋，想买2、3斤，2文钱1斤收。我家有，卖你3斤。那感情好。周继虎怎么死的？有结果了吗？我只和你说，你别传出去。听我婆舅说，周继虎是被人杀死的。被人杀死的？中午不还说身上没伤痕吗？伤在后脑壳。仵作说是被砸死的，老大的鼓包。如果是被人砸的，那家里应该有打斗痕迹吧？怀疑是在外面被砸死后拖回家的，地上有明显的拖痕。你拿回去吃，不够再来拿。盆里不止6斤，我不能占你便宜，收着。是味儿。米浆里加点盐，做出来的米粉才有韧子儿。鼓大炮就算成功。这螺肉还挺肥。滋啦！有酱油，连盐都不用放了。
大功告成。大姐姐，好了吗？瞧你猴急的样，就不怕这酸笋臭臭的难吃？怎么会臭呢？明明是香的呀！他天天都在大姐姐家里吃饭吗？昨天晚上他吃太多了。他饭量是大，不过人家没白吃，家具是他打的，平时也没少搭手干活。好的吧。终于赶上了。啥玩意儿这么臭？螺蛳粉，你昨天摸摸来的螺丝做的，别小瞧这臭味，一会儿香迷糊你。螺丝配面条是啥吃法？不是面条，是米粉，完全不一样的口感。好辣！至于放螺丝里了，我给你煮碗不辣的。不要，虽然辣，但是好好吃，米粉滑不溜秋的。尝尝口味，我明天打算带去卖，如果好卖，我就让乔婶帮我。能带带自然是好，但你要多考虑自己，别累着。你可别说出去，我今天泡多了米，如果卖得好，以后天天做米粉。青山大哥，你家有炭火炉吗？我明天摆摊要用。有，你需要就给你。买炭进县城东大门左转，最边上是梁子炭窑馆，是小舅子的，便宜经烧，别去柴草市买。买个炭还有学问在里头呢。大姐姐，我就拿一个好不好？我会私下给娘和二姐姐吃，不让别人看见。还是不要一下子摧毁他这份单纯吧。去拿吧。谢谢大姐姐。周继虎死了的事你知道了吧？听说还是被人砸中后脑勺死掉的。我回来的时候，听周二毛在路边说，怀疑是你干的。我骂了他一顿，警告他别胡说八道，就是不知道他之前都和谁说过。说是我干的，他看到了，总不能信口雌黄吧？你想想，上次打完周继虎，有没有再发生冲突？后来他见我跟见了鬼似的绕道走，怕我问他要钱呢。身正不怕影子斜，他再胡说，我帮你教训他。随便他说去，越不让说越显得心虚。我做的螺蛳粉咋样？拿去卖能行不？好吃。如果让我花钱，螺蛳粉和面条，我毫不犹豫选螺蛳粉，肯定好卖。借你吉言，劝走这天给我拿过来，一会儿吃完把炭火炉给我拿过来啊！我去上游洗澡了。我看起来是不是真的有那么正人君子，以至于他对我一点不设防，连去洗澡都不避讳我？哼！螺蛳粉6文钱一碗，里面加了猪鱼油，要辣的自己说。老板娘，这粉闻着臭，吃着真香啊！再给我来一碗。看来螺蛳粉接下来是必卖的东西了。给我家姑娘来一碗那个什么粉的。凉粉还是螺蛳粉？都来一份吧，切得更紧了。你们自己找位置坐，马上就好。你们都去别的地方吃，我家姑娘要坐这张桌子。我们先来的，饭都没吃完，凭啥你让腾位置？就是，愿意就一起坐，不愿意一旁蹲着去。让你们走失榴莲，知不知道我家姑娘是谁？爱谁谁，关我们屁事。喂，赶紧把这些人赶走！你们是臭狗屎吗？姓周的，你什么意思？你们要承认是臭狗屎，我就让几位大哥让位；要不承认，几位大哥也不怕熏着，没道理让位置。说得好！都给我滚！姑娘，你们坐，小的们这就走。桌上有醋、猪鱼、大蒜，想吃自己夹。这么臭的东西是人吃的？怎么的？就你是人？11文爱吃不吃，钱得给。姑娘尝尝吧，闻着臭，吃着香，周娘子手艺没得说。你坐下，我和你说几句话。我忙得很，赶紧付钱，赶跑单，我去霍府要账。周小妹，一哥哥都已经把你休了，你还缠着他，你还要脸吗？你是不是有大病？我会纠缠那个病老仔，你幻想出来的吧？你不要狡辩，你就是一哥哥这辈子最大的污点。你们俩才是我的污点。话说，他没去你家提亲吗？我们郎才女貌，提亲早晚的事儿。这么般配，他快死的时候，你悔婚跑啥呀？我家姑娘是有苦衷的，休想挑唆。苦衷？因为病老鬼活不久还传染吗？粉吃不吃？不吃结账。你最好识趣离他远点，
否则我不介意给你点颜色瞧瞧。哼，俩神经病。阿公，这粉客人没动过，拿去吃吧。真的给我们？夏天存不住，不吃也浪费了。快谢谢小娘子。谢谢。372文，这螺蛳粉真有搞头。老板，来一麻袋大米。给小东买身新衣服，江家没同龄女娃，不怕被抢。乔婶，我这真有活儿，梁子也能一起干。啥活儿啊？帮我做米粉，不过你们可能要熬夜。小麦，只要能带我们干，熬夜算啥？我年轻有力气，不怕吃苦。梁子负责推磨，乔婶你身体吃不消，就后半夜起来做米粉。你和梁子一人1天15文钱，行不？啥？一人1天15文？小麦，干这么点活，1天15文会不会太多了？我们拿着不踏实，要不给10文吧？是啊，小麦，不用看在两家关系份上给这么多，我们不好意思拿。以后活多了还要交给你们，没准生意做大，你们俩都不够用呢。但有一点，你们不管做了啥，都不能传出去。我目前就指望这个赚钱。你不让说的事儿，我们绝不对外透一个字。那就行，今晚子时来我家，我教你们咋做。白天你们还可以睡一会儿。以后在村里也能有赚钱的营生了，跟做梦似的。大姐姐，咱们中午炒个韭菜鸡蛋吧，你做啥我都爱吃。就你会嘴甜，拿屋里换上看看合不合身。给我的有点大了，脱下来，明天我去县里换身小点的。不换，我觉得这身就很好，大一点冬天可以套在袄子外面穿。这苦日子过惯了的思维，大点就大点吧。过来，我看看你脚多大，明天再买双新鞋。不用了，我穿草鞋就行，夏天还凉快。凉快什么啊？磕着碰着钻心的疼。我现在能赚钱，不缺你一身新衣服新鞋。把你的猫尿给我打住，别动不动就挤2滴，一副不值钱的样子。我心里有数了，去洗澡吧。大姐姐，你干啥去？去河里摸点田螺。你穿着新衣服别跟着了，弄脏了不好洗。青山大哥，青山大哥，你咋来田里了？来摸田所。你上次在哪儿摸的？我带你过去，那边岸边没芦苇，当心划伤脚。今天生意不错，我找了乔婶和梁子帮忙当长工。好事，以后你能轻松点。水稻还没栽完，青山，你这是在干啥？萧水生，那个偏心偏到没边的亲爹。还没栽完，你给人家捡田螺倒勤快，赶紧回来。我帮小麦捡一点，今天插秧就到这儿吧。青山大哥，你去吧，捡田螺快得很，一会儿我们一起回家。那你一会儿走的时候叫我一声。周祥家这闺女是你这种单身汉能沾边的？别到时候惹一身骚。不倒人家嚼舌根，爹你咋也跟着说嘴？被休咋了？只能说明姓韩的没良心。小麦这么好的人，休了他是他整个韩家没福气。谢谢你，萧青山。你跟我说实话，是不是对周小麦动了不该有的心思？动了心思吗？从第一次在溪边看到他，我的心就不干净了吧？我为家里付出一切，却寒了心。现在，我只想要一个自己的家。如果那个人是周小麦，再好不过。我的事不用爹操心，你管好自己和王氏生的娃就行。你说的这叫啥话？你也好，王氏生的也好，都是我的娃，我能不管你们哪一个？如果爹真的一视同仁，那我老大不小了，爹给我张蒙混是吧？
你下头3个弟弟都在读书，家里有没有钱你心里没数？我原想着你3个弟弟不管哪个出息，你都跟着沾光。沾光？我咋沾你们家的光？从我腿受伤后，就不想这个好事了。爹，我总会成家，3个弟弟的束修和开支，我管不了多久，你早做打算。你不管谁管？靠家里的地咋供得起？扪心自问，我做的够多了，总不能为了不把我当一家人的你们，牺牲自己一辈子。背篓滴水还是我来背。我衣服比你脏，我来。这俩人莫名般配。一回来就坐着，去拔几颗青菜，晚上做咸菜粥。咋的了这是？魂儿丢田里了？青山年岁属实大了，咱们是不是该给他说媳妇了？咋的？青山今天在田里和你说想娶媳妇了？提了一嘴，他这个年纪还没娶，确实说不过去。等文才考中秀才，青山就是秀才郎的大哥，啥样媳妇说不上？哎，可是青山今年27了，咱们也得考虑考虑他的想法。我不同意，家里勒紧裤腰带过日子，哪儿钱给他说媳妇儿？最起码也要等文才和文斌出息一个才行。你不能只顾自己儿子，一点不顾青山。萧水生，你啥意思？我的儿子不是你亲生的！我告诉你，秋考之前谁也不能给我惹事儿，全家都得紧着文才文相，不然我和他没完。二姐姐，大姐姐说明天还要给我买新鞋呢。有这些瞎巴钱买没用的，也不说孝敬孝敬我。阿婆，你忘了，大姐姐现在和我们不是一家人，你们拿捏不了大姐姐了。小赔钱货，再顶嘴我打死你！还敢瞪我？谁敢学周小麦那个白眼狼，我让你们爹弄死你们！阿婆，我们才不会像大姐姐，以后一定孝敬你。这几天都在周小麦那里学啥了？学了烧火、浇水、焖米饭加豆油。你从早上就过去，只学了这些家务活？对啊，大姐姐每天干的也是这些活呢。实在学不到东西，不能让周小麦占了我家便宜，得把她叫回来。小麦，我要干啥？这间放潮湿的，隔壁放干的，你要分类。白天有时间帮我打点货架，还有屋顶漏雨也要修饰。全是寻常活，包在我身上，连木材我都从山里给你弄出来。乔婶，米浆要用大网眼纱布过滤，把大颗粒滤出去。我记住了。大米天天都要泡，傍晚泡上，子时磨成浆。我看懂了，让我来吧。有人帮忙的感觉真轻松。小麦，缸里的酸笋没了，以后每天都需要吗？要啊，乔婶，你帮我在村里收一点，2文钱1斤。夏天做酸笋块，以后婶子做给你，不谈钱。不要钱我可不能要。乔婶，你熬夜辛苦，以后早饭就在我家做吧，一会儿小东来，你们一起吃。这不是还要你多管一顿饭了？多添双筷子的事儿，伙房有食材随便做，别计较。村里谁不是勒紧裤腰带？小麦对我们是真舍得，以后我一定让他吃了早饭再走。剩下的交给你了，吃完早点回去休息，辛苦了。路上慢点儿。今天又卖光了，还给小东买了新鞋，这丫头肯定高兴。小麦，你过来，差爷想问你点事情。什么事儿？周继虎死的那一天，你都在干啥？上来第一句话就挖坑，要真试图回答，就成嫌疑人了。差爷，你的话就有问题。大家都说他死在家里好几天，尸体都臭了，我怎么可能知道他是哪一天死的？你问你话回答就是。听说你和周继虎有过节？是。差爷，之前周继虎在榆树下画里青条，小麦生气和他动了手，这个我可以作证。你是周小麦什么人？我是他邻居，萧青山，他的事我大多知道，他撒谎也不行。
他为啥隐瞒周继虎半夜翻墙意图不轨的事？不过，他肯定不会害我。差爷，那天动手我也看到了，就是年轻人拌嘴。这几个娃的品行我担保，是不是搞错了啥？周二毛，你过来。差爷，你不是在村里散播说周继虎是被周小麦害死的？我只是说怀疑。你亲眼看到我杀周继虎了？谁说他力气小？你们是没看过他打人的时候。没错，前几天我们全家都没打过他一个，他可不是啥弱买女。我是打过人，从没想遮掩，但我为什么要杀他？证据呢？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讹了他1两银子，肯定是他把钱还我了，你要不到钱就杀人。你和周继虎还有欠债关系？差爷，周继虎来小麦家偷东西被抓，怕事情败露，才答应赔1两银子。我和青山那天也帮忙抓贼了。是这样吗？我不知道具体情况，他只说被讹了钱，后悔了，就先把钱还我了。差爷，我怀疑是周二毛为了钱失手把人打死抢了钱，散播谣言就是为了找替罪羊。你放屁！我咋可能杀我兄弟？都给我住口！怎么的？许你怀疑我，我不许怀疑你。那你对，我还怀疑你散播谣言，就是为了给自己脱罪，找替罪羊呢。你胡说八道！闭嘴！你们要是不能撇清关系，都得和我们回衙门一趟。差爷，给我100个胆子，我也不敢杀人啊！你最后一次见周继虎是什么时候？大概得有4、5天前。说清楚，4天前还是5天前？什么时辰见的？你们都干了什么？说了什么？想清楚了再说。是5天前的傍晚，我去县里打酒，回来在村口碰见了周继虎。我喊他晚上去家里喝一杯，往常他肯定一嘴答应，来的比谁都快。但是那天他没答应，说晚上有点事儿。有没有说是什么事情？我没问。晚上我去找麻雀，他叔婶说他也没在家，赶同一天有事儿去了。差爷不说我还没留意，这几天好像都没看到麻雀。带我们去周继雀家里看看。你和周二麻一起跟上。我为什么要去？凶手1天没抓到，你们都脱不了干系。不怕，我陪你一起去。必要的时候，我和梁子都是你的证人，谁都别想赖你身上。是这个理，就不信没有王法了。别怕，我们陪你一起去。虽然我不怕，但谢谢你们。村长，你们这是干啥？差爷来找麻雀问点事情，他在家没？在的，我去叫他。村长，你带差爷来我家想问啥呀？你给我出来！周继雀，5天前的晚上你在干什么？那天我身体不舒服，早就歇下了，这几天都在家养病。想一下再回答，会不会记错？或许是4天前、3天前。我很确定，就是5天前。我自己的身体不知道吗？那天你有没有看见周继虎？没有，我没看见他，他的死和我没关系。哼，你一直在家养病，怎么知道他死了？为什么不去看一眼？是不是心虚？差爷，我冤枉啊！我知道时候他已经下葬了，过去也见不着人啊。他的话漏洞百出，像提前复习了很多遍，目光闪躲，明显心虚。胆子最小敢杀人，有没有可能是失手？你看他的脸色，估计好几天没睡了。失手杀人躲在家里很合理。我想起来了，5天前的晚上，我去田里拿东西，回来好像看见你和周继虎了。你肯定是记错了，那天晚上我在家里，什么人都没见过。小青山，我男人和你无冤无仇，你为啥要冤枉他？我确实看见了，黑灯瞎火，你看错了也有可能。这段时间天气好，晚上都有月亮，我咋可能认错？麻雀，你为啥骗差爷说没见过周继虎？难不成真是你杀的？麻雀，实话实说吧，那天晚上我来找你，叔婶说你有事出去了，我已经和差爷说了。完了，大爹，我不信你会杀人，到底咋回事？说了吧，你要是被带走，我们孤儿拉姆咋活呀？
差爷，我没有杀周继虎，是牛头沟的牛大乔干的。相隔这么远，你们怎么搅和在一起的？最好不要胡乱攀咬，不然罪加一等。不可能，乔哥和我是好哥们儿，他来村里咋可能不找我？你攀害他，呸，真不是东西。这种事你能掺和吗？你要是不想进大牢，最好闭嘴，再敢影响办案，立刻缉拿。差爷继续，我家这娃年纪小，不懂事儿，瞎插嘴。20岁的娃年纪小，巨婴吗？你别昏了头，分不清里外人。反正和你们家不是自己人就是了。继续说，牛大乔为什么要杀周继虎？周继虎借了牛大乔给媳妇儿买药的救命钱去赌，赖账不还。牛大乔来讨债，让我做中间人，我把他骗去小树林见牛大乔。周继虎见着人掉头就走，牛大乔拉扯让他还钱。周继虎不肯还钱，还一把推倒了牛大乔。牛大乔一急，随手摸了块石头砸了他后脑勺，只那么一下，血都没出，人竟然就死了。我们吓坏了，这夜把他搬回家。差爷，我真的没有杀人啊！麻雀，你糊涂啊！村长，我也不知道会这样，求你救救我，这个家没我就散了。周继虎死不足惜，但周继却和牛大乔，都是家里的顶梁柱啊。走吧，回家。青山大哥，你不是在田里吗？怎么突然回来了？听说村长带衙役找你，我不放心就回来了，正好碰见你被堵住。没想到绕了一圈，还是周继虎他们自己惹的祸，一条命就这么搭上了。你们刚才为啥要瞒着我在西边打周继虎的事？这种事传开，大家只会把枪头指向你，黑白颠倒，啥难听的话都说得出来。我知道你不在乎名声，但没必要给别人留下话茬。这2个人是真心实意为我好。走。呸！多管闲事的狗东西！随你们怎么恨，身正不怕影子斜。娘，你再多拿点，30文哪够？我和哥几个租屋1个月还要交13文呢。祭祖，你和娘说实话，在县里有没有赌博，有没有欠钱？娘，你能不能别听风就是雨？外人说啥你都信，就是不信亲儿子。我是去干活的。给，又拿了20文。真抠门，要了半天就给这么点儿。娘，周小麦手里肯定存了不少，上午的县里只有小东在家，你去弄点儿。他那六亲不认的样，知道被抢了能善罢甘休，少琢磨他。哼，我去和阿婆说一声。娘，二弟去县里又找你拿钱啊？没见过谁去干活1文钱不交，还次往回拿钱的。不给钱咋整？眼睁睁看着他饿肚子。这世道钱难挣，屎难吃，手比以前还干净，保检都没了，也就骗骗你。全家活该把嘴缝起来，钱全留给你这一房。娘，我不是那意思，二弟找不到活，不如在家忙活。他的事少瞎咧咧，用不着你操心。带你的娃去。娘，我去县城了，早点去码头看有没有活。乖啊，肉啊，经常回家看看。这老贫婆还挺有钱。谁把我的钱偷走了？谁？娘咋的了？丢了多少钱啊？1两碎银子，182个铜板，我屋里被翻得乱七八糟的。娘，会不会是3弟妹或者小敏绕到屋后偷的？他们就他穿得破破烂烂，前几天问你要钱扯布你没给，肯定自己动手偷了。丧门星，看我一会儿不打死他！丧门星！哎呦，小敏，当心脚下。娘，我没事，快到家了。
两个杀千刀的，我打死你们！打死你们！娘，有啥话好好说不成吗？我没打，我做饭啊，好疼！跟我装是吧？等祥子回来，我让他休了你这个丧门星！阿婆，你干啥又打我们？总要有个理由吧？说，我放在床头的钱是不是你们偷的？今天不把钱还回来，我打不死你们两个！钱？什么钱？娘，我和小妹一下午没回来，根本不知道啥钱，或许是你收哪里忘了。钱丢了，凭啥认定是我们偷的？阿婆，你这样不讲道理，真让人寒心。三弟妹，你就把银子拿出来吧。大嫂，你要冤枉死我，我真的没偷。你前几天不是找娘要钱扯布，是不是看闺女有新衣你没有，心里不得劲才偷的？我刘彩霞对天发誓，如果真偷了钱，就天打雷劈，不得好死！我都把话说到这地步，你还不承认？那我不管了，丧门星，我打死你！你个贱皮子，敢偷家里的钱，我打死你！把钱出来，把钱交出来！娘，你咋的了？娘，你别吓我！嚷嚷个啥？刘氏，你别装死，不把钱拿出来，我一天打你800回！爹，娘会不会死掉？你快救救他！刘氏，咋的了？你跟嚎丧似的！他娘，醒醒！三弟妹该不会是小产了吧？要真是，恐怕她自己都不知道。要是怀上了，流这么多血找大夫也没用，浪费钱。爹，你想清楚，如果真是怀上，很有可能就是你一直想要的弟弟，以后再没人说你绝后了。去小磨村找方大夫，让他带上药。哎呦，闺女，你走慢点，我这老骨头可跑不动。方阿公，我娘真的很严重，我怕回去晚了她会死掉，她会死掉。拜托你走快一点，拜托拜托。方大夫，我媳妇是不是怀上了？是怀上了，可惜娃已经没了。没用的东西，怀上了自己都不知道，就这么把我大孙子折腾没了。他身子实在太弱，底子都空了，就算这次不动手，孩子可能也保不住。一天3顿哪顿少吃了？个个都好好的，唯独他娇贵，就是贱命，丧门星。我开个方子，明天去抓药。抓药得花多少钱？不用麻烦，猪皮狗骨的，人命大得很。你是做丈夫的，我要提醒你，你媳妇再不调理，活不了几年。行了，不用吓唬我们，她身子骨好得很。方大夫，你这也没干啥，那点药值不了多少钱吧？药费15文，上门看诊20文，一共35文。35文？咋不去抢？讹我们的吧？我一直这么收费，你们要是敢不认账，我就去找村长分说分说。娘，你赶紧去拿钱！我的钱下午被刘氏偷了，上哪儿拿钱？难不成家里所有的钱你都能放一块咋的？还是你觉得咱们家最近丢的人不够？行，我去拿还不行吗？只要三房没儿子，这个家就完完全全属于大房了。35文，房子你们要不要？不要！早知道花这么多钱，我都不可能同意。赶紧走吧。方阿公，你等等，能不能帮忙给开个方子？给你开方子可以，但是你有钱抓药吗？温补的药材可不便宜，也不是1两副能好的。我知道了，方阿公你开吧，我会想到办法给娘抓药。尽量用些便宜的药材替代吧，这丫头太难了。那好，按方子抓药。谢谢方阿公。家里没人会同意拿钱给娘抓药，可我要去哪里借这笔钱？
娘，我该怎么办？你在我家门口晃悠半天干啥？我来看看小东在不在。前言不搭后语，是不是有事？没事。拉不下面子说，我也不想上找着管江家的破事。有些人即使声名狼藉，也能把日子过得风风火火；有些人只是想活着，却那么困难。这个世界好不公平。你死哪儿去了？不知道你娘半死不活，还有心情闲逛，假孝顺的东西！你哪儿来的钱抓药？好啊，还说我床头的钱不是你们偷的，我踢死你！这是我用自己换来的聘金，不是用家里的钱买的。啥聘金？我说这是我的聘金，等我娘身子骨好了，我就出嫁。啥玩意儿就聘金了？谁同意你这个妇自己找男人？你还要不要脸？啥聘金？到底咋回事？我娘需要药材巫补，我知道没人会拿钱，但我不能看着我娘等死，所以早上我去找了孙阿婆，只要有人愿意要我，只要今天能给聘金，我就嫁。孙婆子给你介绍了啥样的人家？聘金给了多少？对方黄塘村的30岁，孙偶偶4个娃，在县城最大酒楼山海会当厨子。黄塘村好地方啊，比咱们这儿富足多了。我是问你他给多少聘金，你说重点。他们根本不在乎我嫁给谁，只在乎钱。聘金很可观，8两银子。8两？你这死丫头还能找到这么好的婚事，小看你了。好婚事？比我爹小7岁，嫁过去就有4个娃叫我娘，可不是好婚事吗？只要聘金给够，这些都是小事儿。岁数点会疼人，因为周小麦那个小，咱们家姑娘想找好婆家哪那么容易？你还有啥不满意的？芦荟，小敏啊，买药花不少钱吧？聘金赶紧拿出来，阿婆帮你收着。聘金是我卖掉自己换来了的药钱，1文钱都不会给你。说难听点儿，那是家里养你15年的报酬，赶紧拿出来。今天阿婆说破了天，我也不可能拿1文钱，除非我死。那就打死你这个白眼狼！阿婆要想清楚，山海会开遍整个大泽，东家黑白通吃，连官府都要给几分面子。咱们无权无势，你能不能得罪起黄百红？没有娘家依仗，婆家也不会把你当人看。依仗？你们能让我依仗啥？娘和我们在家里活得不如畜生，我早受够了。周小麦说的对，你们惯会欺软怕硬，兔子急了还咬人。只要家里不同意，你就嫁不了。聘金我拿了，不同意你们自己出钱还给他。反了！周小敏，你良心被狗吃了！什么聘金？小敏，到底咋回事？谁要是敢不服气打翻我娘的药，我就去他屋把所有东西都砸了。受气炮一个接一个造反，家里撞邪了。娘，你怎么样了？我没事。刚才院里说的聘金啥意思？咱家谁要成亲？娘，你只管养好身体，别的事以后再说。你要我咋装听不见？小敏，你到底干了啥？3弟妹真会教闺女，大闺女不认娘家，二闺女自己找婆家，了不起啊！滚！出去！你还想动手咋的？你大伯娘说的是不是真的？你身体需要温补，可这个家谁管你？与其被阿婆掌控，不如我自己卖了抓钱。哪有姑娘自己找婆家的？传出去我和你爹咋做人？去把钱还了！我用不着你卖身救命。家里安排和自己找，不都是卖身钱吗？有啥不一样？
还是说娘没有用到那笔钱，就可以心安理得，觉得和自己没关系？外面那些人愤怒是因为我找婆家吗？他们只是因为拿不到聘金。我求媒婆找了个硬茬，只要能压制娘家，只要能给钱，我啥都不在乎。你不喝，我就一直跪着。反了天了！我今天非打死他不可！你不认娘家了，又回来干啥？老钱婆滚远点，不然我今天连你一起收拾，打死你我抵命！小畜生，信不信老子今天和你拼了？有话好好说，你咋能对三叔动手？滚！你又发啥疯？见谁咬谁！来来来，我看看你多大本事！你把大伯我也弄死！我不是让你别去找周小曼，你当耳旁风。出来时谁愿意拿钱给娘吃药？家里的事儿用不着他操心，我已经给娘抓了药。二姐，你哪来的钱？别打了！你不是能打女人吗？怎么连还手都做不到？人渣！起来继续打！小麦，差不多了。逆女，我要去告你！告！马上去！你不去我都看不起！我也想看看，关老爷是判你这个把媳妇打到流产还不给抓药的人渣，还是判我？我的个亲娘哎！原来是小产了，怀上了又给打没了，活该周祥断子绝孙！呸！老婆子还有脸嚎？这个家里属她最丧良心，恨不得把周家西屋往死里坑。死老婆子，你撒啥泼？苛待儿媳妇惯了，当别人也好欺负，给我道歉，不然我拎大粪泼你家院子，你泼个试试！敢泼我就死你家院里头！但凡我家有点事儿，你跑得比谁都快。家里死了人都没你这么勤。老陈婆，你嘴巴放干点！我想想他，赵红，这敢真的冲过去打你！别再打了！你伺候这个人渣20年，把你打到流产还不给抓药，你还舍不得？娘不是那意思，娘是怕你把他打出毛病要担罪呀。祸害1000年，这种畜生不会那么容易死掉的。这侄女真是反了天了！我也就是没防备。好大好大伯，你要是不想继续挨打，就小声点叨叨，不然我出去再补你一顿。吉叔，小麦脾气倔，你嘴上叨叨个没完，他冲出来，我和青山只怕拉不住啊。季夜，我方才看小麦好像只踢了你一脚吧？年纪轻轻的，身子骨咋还不如吉叔祥叔呢？刚刚没缓过劲儿。那就好，我还以为你打算装受伤讹小麦呢。你们早就来了，为啥不进来拉架？毕竟是你们家务事，邻居都在院外，我和梁子不好插手，就等着小麦打差不多了再进来。需要药费，早上为什么不开口？你不是不想和我们来往吗？告诉你干啥？我不想管，是因为你们骨头软。如果我早上知道你是为了要钱，会不给你吗？二姐，你不要嫁给那个老男人好不好？大姐姐同意帮我们了。把钱还回去，给娘调理身体的药费我出。你大姐都这么说了，把聘金退了吧。老夫少妻，话都说不到一块儿去。不是所有人都能像你一样啥都不管，只要自己快活。与其烂在这个家里，我宁愿嫁给黄百红。你能不能听懂好赖话？只要你有勇气反抗，就是你的后盾。因为你的肆意妄为，哪个好人家现在会要我和小东？我再退婚以后，连带娃的老男生都找不到。找不到男人，我养你。只要你们不被这个家裹挟，我管你们到死。我决定的事不用你操心，娘的药费也用不着你。
你们都长大了，有自己的主意，我的话谁也听不进去。担心小敏的同时，你也想想自己吧。其实你也没让人省心。你们都看不起我，觉得我软弱，可我嫁给你爹这么多年，这辈子都要和老周家捆死，还能咋办？我不是说了吗？只要你自己硬起来，我是你的后盾，养你一辈子，说话算话。大闺女不遵守三从四德，难道我这么大岁数也不遵守？母女全被休，凑在一起，外面人不得笑掉大牙？和你说再多都没用，算球，你爱觉醒不觉醒吧。你干啥去？我理解不了你们的脑子，我能做的只有让你们在这个家里稍微好过一点。家里的钱是谁偷的？我只问一次。钱就是三弟妹。如果不能给我一句实话，你最好把狗嘴闭上，不然我单独给你开小灶。小麦，你不能不讲道理啊！别说他们不在家，就算在家，他们有胆子当着你们面去老偏婆屋里偷钱？周小曼，你想干啥？从你进院子到现在，哪怕是把你大伯和大堂哥打了，我也没骂你一句。你不能再对我动手！走你！吉叔别急，小麦不是不分轻重的人。你看他是要好好说话的样子，你们存心来帮他拉偏架的吧？大伯娘不经打，大堂哥总不会也不经打吧？小麦，你不能再打了，他承受不住的。你们多一颗不说实话，我就多打他一颗。我说，你别打了，是二弟偷的钱。如果不是刘氏偷的，那我把他打到小产算什么？田氏，你啥意思？详细说清楚，不然我保证让他半个月下不来床。二弟下午去县里说去和阿婆打招呼，出来就急匆匆走了。阿婆午睡期间，除了二弟没人进过屋，三婶和小敏确实一直没回来。看啊，因为是大房的儿子，能颜悦香火继承这个家里的皇位，所以你们都选择哑巴了。1两多银子也不是非找回来不可了。都说说吧，这事儿怎么解决？装哑巴没用。我有做不对的地方，但你也闹成这样了，那就谁都别追究。我娘无辜受冤被打到下不来床，你不追究，我是不是还要感谢你？很简单，以后家务大房3房轮流干，还有我娘吃药的钱，你们得拿。做家务我没意见，但家里钱被偷了，管不了刘氏吃药。不拿钱可以，我们去找村长叔公评理，处理不了就去官府找官老爷评理。你疯了！家里的事儿你非要闹得人尽皆知。我无所谓，左右丢人的不可能是我娘。给不给钱，痛快点。我们再商量商量。商量不了一点，我只要结果。以后三弟妹吃药的钱从公账出。你这种人都不配当个爹。我最后声明一次，以后你再敢动我娘和小米、小东一根头发，我知道一次打你一次，你也一样。再敢动不动打他们，我让你全家不得安生。不信你试试。时候不早了，那江阿婆你们先忙。小麦，你是这一家子欺软怕硬的贱人，就得你回来才能收拾福田。青山大哥，你这是干什么？老在你家吃饭，不好意思。米面当是我交的伙食费。你赶紧拿回去，我不在乎这些。你不要的话，我也不好意思天天来蹭饭，不是？而且我饭量大，不能一直占你便宜。吃惯了你做的饭，再吃自己做的，简直难于下咽。以后猎物也都给你。行吧，那你放进伙房柜子里，留着家里吃。还是我脸皮厚，天天跟在你们后面蹭吃蹭喝。一个人吃饭不香，人多热闹。梁子，你得准备成亲的事了吧？对，这几天要置办东西10多家里，可能来不了。成亲是大事，到时候我少出几天摊，一起打手帮忙。青山攒了好几年的兔毛，自己都没舍得用，全拿给梁子做新被褥了。这剪纸也太难了。小麦，红喜和剪得歪歪扭扭，我咋都贴不正，你好好剪。我不剪了，梁子你来，我去递浆糊。
我也不会减脂啊。还是我来吧。咱们乡下成亲没那么多规矩，就是新郎官结亲时会被拦门为难一下。可是我看村里新娘子到婆家第一天都不能吃东西啊。老话说，新娘子第一天吃饱了饭，往后不好管教。新郎官被拦门叫为难，新娘子一天不让吃饭，大家都觉得应该。正式进门，咱们不为难，以后是和梁子过日子，不该想着谁拿捏谁。乔婶，你肯定是个好婆母。我阿婆要是向你讲道理，我娘也不会遭那么多罪。乔婶儿，我咋听你的意思不像是夸小麦呢？你不要挑事儿，婶子没那个意思。精神，梁子今天真俊啊！哟，新郎官今天很帅啊。今天要多麻烦你了，小麦。交给我保证给你席面办得体体面面。小麦做事儿，我们都放心。5菜1汤，鱼肉都要有，分量得大，其他怎么省钱怎么来。把新娘子背回来。这么远的路背回来，中午怕是赶不上拜堂。梁子借了村长家的牛车，那我坐手推车上，你推着我。好。青山大哥，一头牛多少钱？壮年牛大概10两银子。你想买牛？唉，天天去县里摆摊，有牛车能轻松点，这牛竟是比人还要贵。你要是缺钱，我先拿给你。青山大哥，你怎么总是想着让我借你钱？我想让你能轻松点。不用，真买的话你给我长长眼，我担心牛买回来不会喂养，冬天牛吃什么？入秋割点草晒干囤着，牛不容易生病，好养得很。我还可以帮你照看照看。那感情好。走。好几天没瞧见你了，小麦，这么好的生意都不来做？邻居今天成亲，我帮忙办酒席，来7斤后腿肉，3斤猪板油，称整数啊，我回去好算账。一听就是办酒席。小麦呀，今天要你受累了。梁子也就成1次亲，再累我都高兴。这些菜交给我处理。他婶儿，刚才那闺女说婆家美，我一眼就相中了。娶媳妇儿就得娶这样的，那闺女模样也生得好。你给介绍我家老优和她年纪正合适。打住，是我先看上的，你半路杀出来算咋回事？你们别想了，小麦之前嫁过人。被人休了还是丧夫了？你们啥态度？成过1次亲咋了？人家小麦现在抢手的很，早就被萧青山的闷葫芦惦记上了，有的是人要。接亲的回来了。今天又是采买又是掌厨，累坏了吧？还好。新娘子准备跨火盆喽！梁子经常把它挂嘴边，果然长得好看。也就一般。青山大哥，你说啥？我说他没水军。哎呦！青山大哥，你胸膛是石头做的吗？这么硬？我每天进山打猎，一身腱子肉，是有点硬。怪不得周继虎的事儿，你明里暗里帮他说话，原来你们俩有事儿。别胡说八道。不想死的话，你最好滚远点。青山，你好意思待在女桌多久？赶紧跟我走，别给我丢人！我一早还没吃东西，先垫垫肚子，不然过去就要被灌酒。不行，你不喝他们就灌我。今天你必须帮我拦着。乔婶，我只买了4坛酒，怎么多出3个坛子？周二毛带过来的，伸手不打笑脸人，大喜的日子总不能赶走。无非是狐朋狗友散伙，他有负罪感，想找我们当替罪羊泄愤呗。小麦，我要去送亲戚，还得给正室弄吃的，顾不上那边。你一会儿去给他们搅和散，晚上还要闹洞房，不能让梁子醉得得醒人事，闹笑话。交给我吧。今天大家都喝了，下次再喝。二毛，你不厚道！最近在我成亲当天捣乱，快去拿酒！今天我非得和他们好好说道说道，他们的心咋就这么黑？周二毛，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很能喝？他们喝不过你，但你喝不过我。
敢不敢比？有啥不敢？但咱们得赌点啥爷孙局，谁先喝趴下，以后见着叫爷爷。你要是先趴下，以后见着我得叫姑奶奶。你这个孙女，爷爷我收下了。68度的闷倒驴，倒要看看你有多大能耐。今天喝不死你，你自己倒。啥酒这么干净，跟水似的。好酒。小麦，你别意气用事。话都说不利索，老实待着。我给你把场子找回来。喝！我们要他二毛球干孙女。孙子，到你了。呸！啥玩意儿这么烈？喝不了烈的，是不是怂了？要么直接下跪叫姑奶奶。我喝完了，你给爷爷继续喝。好，我给姑奶奶喝。大白天的咋这么猩猩？我去，才2碗就倒了！别糊弄我，别糊弄我！要么继续喝，要么跪下叫姑奶奶。哎呦，小麦你咋喝成这样了？乔婶儿，我给你介绍，以后我就是她姑奶奶。赶紧把周二毛抬回去，以后能处就处，不能处不用打招呼。赶紧走！你们两个完蛋玩意儿！喝不过小瘪三，窝不窝了？看见没？我把他喝趴了。小麦，你为啥打我？他是觉得我被欺负了，想为我出气。乔婶儿，我扶小麦回去，你把梁子弄屋里吧。青山，你慢点儿，送回去你自己也睡一会儿，醒醒酒。到了。他怎么这么好看？亲上去，亲上去！你，我过来，感觉不错，再试试。你酒醒后会后悔的。方才不是你偷亲我，被发现了就装正人君子。这不是我的屋。你可以在我家睡到后半夜，正好金山打猎。你醒了？我会对你负责，我一定3媒6品娶你过门。成年人做事别谈责任，你的负责对我来说可能是负担。我家已经够复杂的，不想掺和进那复杂的家庭。今天什么都没发生，以后还是朋友。她压根不想嫁给我。我可能真的是饿了，竟然对邻居下手，搞得好像我是个穿上裤子不认人的渣女。唉，去洗个澡吧。你什么意思？这是我这些年打猎攒的钱，铜板820文，银子51两。这钱都给你当聘金，以后赚的每一文也都给你。我这二婚的似乎挺值钱。我不在乎你几婚，我要了你的身体，就是你的男人。你刚搬来我就喜欢你，即便没有昨晚的事，总有一天我也会上门提亲。或许现在说这些太早，我们都冷静冷静。对我来说不早，我给你时间慢慢想。你把钱拿走，我没答应嫁给你。给你的聘金就是给你的，嫁不嫁是你的事，我只做我想做的。